们今天可以站在这样的舞台，你们自己努力出来的。最后10天，把握每一次训练，把握每一颗球。一个。排球是我国小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的挑战，然后我学到面对挑战时要勇于尝试，不要还没做就觉得自己会失败。自从小五升上体育班之后，排球让我学到了如何在挫折中坚持下去，放宽心去面对任何挑战。自从加入排球队后，让我学到了遇到困难时不要害怕，在球场上时，只要队友状态不好，队友就会互相鼓励，彼此帮忙，让球场上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自从进入体育班之后，让我变得更加的坚强，不再把每件事情都往负面的地方想，变得更加的乐观开朗。在这2年，我学会了许多有关于球技的知识，在球场上也不放弃每一颗球，勇于面对所有挑战。其实排球在我生活中无所不在，也让我生活变得多彩多姿。但排球更让我学习到，如果你真的有梦想，坚持下去，永不放弃，那你的梦想一定会成真。我一开始接触这一批6年级，他们是比较没有信心的。然后从我们永信杯一直努力到拿到成绩之后，他们心理上成长不少。我希望在他们的最后一个杯赛，在中华杯最高殿堂可以拿到他们想要的成绩，然后为自己努力最后一次，无论输赢，教练都会陪他们走到结束，走到最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您跟随着台亚转播团队以及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114年的中华杯排球国小师生锦标赛。那我们今天5月13号星期二要来看到的是6年级男童组2场的4强赛，接续还会有6年级女童以及男童组在季冠军赛的重要赛事。我是今天的赛事主播蔡怡景，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陈升玉教练来到我们今天的赛事讲评。教练早安。主播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整个赛程的部分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那今天当然要来登场的赛事，张力也会非常的高。我们今天要率先看到2场的6年级男童组的4强赛，2场的4强赛结束之后，接下来会是6年级女童组的季军战跟冠军战。那压轴登场则是6年级男童组的季军战跟冠军战。所以今天最后一天的赛程呢，小朋友们也都是卯足了全力，要准备来迎战他们的对手。今天在第1场我们要来看到的赛事4强的部分，是台北市的五常国小要来面对的是屏东县的嘉义国小。比赛开始之前，也先来看一下2队的球员名单。在五常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9号的涂永璇，背号1号的陈柏元，2号的黄敬祥，3号的林元宏，4号的汪子杰，5号的翁瑞文，6号的陈威凯，7号的李明燕，8号的徐晨燕，10号的王玉燕，11号的欧凯俊以及12号的洪启祥。另外再来看到嘉义国小的球员名单。当中包括了队长背号6号的戴振宇，背号2号的央宇辰，3号的柯义成，4号的张浩泽，5号的蔡成汉，7号的廖高希恩，9号的吴胜伟，12号的廖高玉祥，20号的林子敬，19号的孟汉君，17号的叶维安以及16号的何燕宇。
在昨天进行的8强赛当中，五常国小是以直落2击败了台南市的东兴国小，来到了4强的阶段。那嘉义国小则是在8强同样是以直落2来获胜。那当时面对的对手是地主云林县的北城国小。五常国小其实我们在昨天8强赛就看到。正中的球员身材上是非常的高挑的，对，他们整个身材的平均速度上，在这次的4强队伍里面算是蛮高挑的一个队伍。哦。一大早的赛事其实也很考验小球员们在。整个备战的过程能不能够赶快进入状态？这次看到的是五常国小身高最高挑的林元宏，175公分的高大身材。对，但是这个球员真的是很聪明啊！看到旁边那个拦网者比较矮的部分上，马上就会用一个高压的动作来得分。没错。五常国小先把领先拉开到3-1，继续由欧瑞文来发球，这一球在界外。再度靠着他们的身材上的优势哦，林元宏其实对于球路的判断也是相当的正确，扎网动作在拦网的动作也做得很扎实哦。漂亮，2号位的攻击来自5号的蔡承翰。这是发球直接得分，嘉义国小12号的廖高玉祥，身高171公分。哇，连续的发球直接得分。五常的小朋友可能赶快针对接发球这部分去做一下位置的调整。要赶快先把球接起来啊！还有稍微的攻击是出界的，张浩泽过来想要跟裁判稍微争一下，看有没有 touch 到。2号位的攻击打在了一个对手没有人站的位置。这次的攻击出界，这也让现在场上的比分回到平手局面了，6-6。蔡承翰的发球，可惜发球上出现了失误。来到了4强阶段，当然对小朋友来讲，一定还是在心理上会有一点紧张的。是啊，尤其是现在我们要在直播的现场当中，一定会更加的紧张。没错。五常国小李明燕的发球，前线攻击被收了起来。哇，这次是成功的拦网。
动作，再看一次，非常的扎实。杨宇辰哦，对于这个球的位置判断相当的到位。往前的处理，队长涂永泉的发球，当然现在比赛是第1局刚开始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需要把身体再热起来的这个趋向。但是随着比赛继续进行，两队在尤其是发球失误上，可能真的还是要再控制一下。尤其是新义国小到目前已经3次的发球失误了，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去注意一下。没错。哇，很聪明。其实我觉得新义的小朋友他们战术上执行的应该是蛮彻底，因为他们面对5场这么高大的选手上，他们几乎都是很快速的将球处理过去或是攻击过去。其实是有策略性的。对，不然以他们5场的身高来讲，在拦网上的优势一定是相对比较好的。哦，这个吊球被收起来。哇，还有。后排有吊球又收起来了，哇！这次的大包没办法了。对，因为这个3号这个选手真的是身高上有他的优势在。没错，175公分的林元宏哦，其实从前面几场比赛就是靠着他的高大身材往前哦，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发挥。是的。只要对手的回球稍微比较靠网一点，他都有可以吃到霸包的机会。陈柏元的发球，这一次的攻击稍微力道大了一点，直接出了底线。廖高玉祥这个选手，这个英体跟沟通说，我们这个球也需要再给他高一点。赶快跟队友之间沟通一下。对，因为尽量在前半段不要让比分被拉开，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有任何问题就要马上的沟通。没错。哇，像这球应该就举得对他来说会比较好一点，但这边是触网吗？没有，裁判给了一个直球的犯规啊。漂亮的斜线攻击，嘉义国小现在11比14，3分小幅的落后。突然的吊球。这个其实也是林元宏很聪明的地方哦，他既有身材可以选择强力的扣杀，其实也会适时的透过一个吊球的方式。是的，因为刚好因为林元宏这个选手他的身材够高大，所以在防守上他会压力有个相对的比较提高，所以当小朋友的脚步定时的状况下，他只要轻轻的一个吊球，就很容易有得分的效果。没错。哦，突然的改变节奏，反打，哇，好球！
5号的蔡成汉。靠网球，掌握到机会，嘉义国小现在追到13-15，2分差距。廖高玉祥，机会球，直线的touch out。继续是廖高玉祥的发球，可惜发的稍微长了一点。5号的蔡成汉再一次漂亮的斜线攻击，后排，哇，拦网之后出界。16-16的平手局面。五场国小的成功拦网。这个球有点觉得太靠网了。那我们的4号攻击手又是比较矮的状况下，其实很难去处理这一颗球。没错，需要队友在后面帮忙cover一下啊。呛死哦！哇，很聪明。突然来掉了一颗。1号的陈柏元，哇，是真的让嘉义国小反应不及哦。对。还有，呛死。这一颗最后打了一个很长线的球，让我们防守方这边有点来不及反应，脚步上的移动也稍微慢了一些。现在五常国小再把领先要回来，而且扩大到3分差距，19-16。往前的处理，嘉义国小要持续来追分。江浩泽的发球，五常国小靠着队长涂永泉强劲的杀球得分。太靠网了，这样子的球对五常国小来讲蛮好处理的，就是因为他球靠网，因为我们五常国小选手身高非常，就是相对比较高的状况下，他只要一靠网，
当拦网手一伸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于新义国小要攻击是非常的辛苦。没错。哦，很聪明。突然来一个吊球，还以颜色一下哦。18比21。哇，往前的处理，廖高玉祥。其实这一脚给举球一个掌声啊，他球已经非常的贴网，他是用一只手把球拨回来给廖高玉祥，真的是很不容易。没错。这一次的攻势配合就非常的流畅了。陈威凯斜线攻击得分之后，要继续来发球。救回来，还有手起 chance， 华冈这边已经先出去了，2分差距。斜线攻击打得稍微力道大了一些。好，这时候场边喊出了暂停。在双方1分差的情况下，教练们也要让球员稍微调整一下节奏。毕竟已经来到第1局的后段关键的时刻，武昌国小22比21，保持着1分的领先。教练怎么看两队间第1局从刚开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其实目前以新义国小来说的话，他目前就是最大问题是球不能举太靠，因为面对武昌的拦网，他们真的是压力给的很大。那加上他们目前第1局的状况，发球次数已经3到4颗了，其实要减少失误这个部分来产生。那以武昌国小来说的话，他们的高打点是对于新义国小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在。对，那就是请他们就是让球好好的举高，让攻击手好好发挥就可以了。两队其实都是各有所长哦。对对对。那现在关键时刻真的也要看谁的失误比较少，谁的接发比较稳。哇，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发球的失误。对，真的要避免这种关键时刻的失误啊。现在让武昌国小来到23比21的领先。1号陈柏元的发球，打斜线，这球硬。蔡成汉很聪明啊，因为面对高打者，他其实就不会把球往下打，就打一个长线球，让球touch出去。追回1分差距。发球轮到了柯义成，还有，哇！刚好举在廖高义祥的手上。23比23平手。这个还救了回来。击球点的掌握有点没有控制好，是，就挡了就是比较长线的球。因为这时候已经比赛后段了，
所以小朋友心理压力也一定会比较紧张。对，对翁瑞文来讲也是，毕竟要从后排来起跳，他身材也是比较小只一些，所以可能想要再刻意再加压。对。但现在是让嘉义国小24比23率先来到了局点，考验一下双方的抗压力在关键的时刻。嘉义国小的发球一样是背号3号的柯义成。双手吊球的方式来进攻。林元宏关键时刻又跳出来建功。现在两队已经进入到24比24 deuce。这个时候的发球失误就真的蛮要命的。对对对。因为看得出来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从他击球的动作，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他拿着就急着想要发球，就是会让失误率就是相对提高一些。但武昌国小很快的再把分数要回来，25比25。发球，连击，现在是武昌国小26比25来到局点。林元宏，哇！武昌国小拿下关键的1分，27比25，在第一局先下一城。关键的4场赛能够在第一局先持得点，对球员们来说士气上一定是能够有所提振的。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第二局回来。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我们看到的是6年级男童组的4强战，台北市的武昌国小对上屏东县的嘉义国小。
第一局两队其实就已经鏖战到了 deuce 哦，双方的实力都相当的坚强。那今天肯定也都希望能够争取到进入这个冠军战的门票。是的，那两队的选手目前第一局状况都看得出来非常的紧张，那就是要避免失误的这个部分，这样尽可能要再把失误的发生率来降低。是。来往回来，哦，不错的表现。后排打斜线，没有 touch 到。来到第二局哦，是由嘉义国小率先得分。后排攻击被拦了起来。哦，改变节奏之后，对嘉义国小来讲，这个防守上就比较辛苦啊。陈柏元的发球，还有 chance 打上，在第一局哦，感觉欧瑞文的压力比较大一点，看出来在整个面部表情上都是稍微比较僵硬一些哦，跟昨天在8强稍微有点差距。看看这一分拿下来之后，他的心情上能不能也稍微调整一下？尤其在小朋友的这种赛事里面，有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压力比较大、比较紧张，反而会没办法放开来打。连续的发球得分，没错。场边喊出了暂停。第二局的开局，现在是武常国小4-1的领先。我们嘉义国小这边可能还是要针对发球跟接发球这两个区块去赶快做一下调整，因为目前第二局开局来说，嘉义国小这边接发球已经失误了2次了。这个也是嘉义国小今天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比较多的失误情形。以接发来说，第二局的失误比较明显。那以刚刚第一局的部分来讲，嘉义国小的接发其实到位率比武常国小还要高。对，那这部分的话，显然他们第二局的部分可能要赶快去做一下调整，这样。罚球再度直接得分。继续由陈柏元来发，汪瑞璇，武常国小6-1。嘉义国小赶快把对手的连续得分气势稍微停滞下来。蔡成汉今天的表现是蛮亮眼的。靠网球。
高玉祥。chance， 还有，哇，成功的拦网得分！武昌国小的队长涂永璇也跟上面的看台席上的应援团互动一下。哇，这个拦网抓得很准哦。对。武昌国小其实除了有林元宏175公分之外，其实整体上的身材都有在160公分以上。那除了只有在5号的欧瑞文的部分，身材比较娇小一点，155公分。那另外像是队长涂永璇167，6号的陈威凯又169，陈柏渊有168。所以真的是在平均的身高上都是非常高挑的。对，相对起来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来，武昌国小就是高的嘉义国小真的是蛮多的。嗯，这个我们在昨天8强转播的时候也有提到，有时候对手的身材比较高挑，除了在场上能够展现在比较制高点的一个攻击之外，在面对对手这个视觉上还是会有一点这个压力在哦。是的。这样子，守起来了。哦，还有，可惜啊。嘉义国小的救球精神相当的拼命啊，拼劲十足。高玉祥攻击的力道有点大，这球直接出了底线。教练在旁边也赶快给予一点叮咛哦，队友也是赶快给一点安慰。其实这一局一开始从到现在，那武昌国小发球其实加压的频率是非常就是很明显的提升的。对，那对于嘉义国小来讲是造成了很多的接发的失误，比第一局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不一样。在接发的过程，其实就已经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哦。对对对。中华杯是我们国内国小排球的最高殿堂，那也是要靠着前面113学年的这个杯赛的成绩，以积分的方式来获得参赛的资格。113学年度武昌国小在华中杯是拿到第2，理事长杯排在第7。那另外嘉义国小呢，则是在华中杯是排在第3。北港妈祖杯也是获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哦，理事长杯则是排在第5。来看到的是4号的张浩泽，继续要来发球。场上的汉字都赶快擦一擦，整理一下场地。直线，但角度稍微有一点偏差。发球上的失误，可惜了。很紧张哦。对。所以教练赶快把他抓过来喊话一下，赶快给他个信心的增强。哦，精彩！手起。
油！哇！来到第2局，翁瑞文在扣球的力道还有这个落点位置的掌控有稍微调整了一下，这一次就非常的成功。对。涂永璇的发球。嘉义国小追到9比13。chance。精彩的斜线，3号的柯以诚。这次的发球反而是让武强国小在接发上出现了一点状况。这一段追分的过程也可以听到嘉义国小的应援团哦，赶快再把声音加大。哦，成功的拦网，不过还有林元宏。越网过了，廖高玉祥很聪明啊，突然多了一下过来。看到这种滚网球，也知道队友可能不好再处理啊，反而是让对手在还没有回到自己的站位的过程，赶快来攻击。其实廖高玉祥在这场比赛已经表现得蛮亮眼的。对。双方现在只有1分的差距，关键的第2局比赛。后排 ，chance， 哦，往前，哦，接起来了。柯以诚想法其实很好，只是可惜在出手的力量掌握上稍微还是大了一些。陈维凯，哇，发球直接得分，真的要避免这种不必要的失误啊！双方再回到3分差距。挺身而出，漂亮快攻击得分。171公分高的廖高玉祥，这个球扣下去的这个磅数也是很可观啊。处理球上发生了一点状况。武强国小的部分可能要针对他们的接发球赶快做一下调整，因为自从上一次暂停之后，他们接发球到位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不理想，导致于他们的攻击手都没有办法好好发挥。还是要先靠着把接发
接稳之后，后续的攻势才能够更加的流畅。是的。后排，拦回来了，还有，这次荣瑞文的处理就稍微比较可惜一些。嘉义国小追到15-16，1分差距。4号位的攻击被拦了回来。还有，哇，林元宏。进攻跟进是非常的做得非常的扎实。没错。好球。李明燕，国商国小的发球轮到了林元宏，就可惜这个时候出现了发球上的失误。直接得分，这个发球非常的强劲啊！蔡承翰，加亚的罚球让对手不好处理哦。国商国小现在来到了20分，20-18，2分的领先。这个球完全被篮网者完全的掌握住了。哇，可惜。戴振宇想要突然的改变一下节奏，但可惜没有成功。是的，其实举球员举到现在，他也有一点紧张，因为刚刚连续举出去的球都被拦了回来，他一定会试着想要去做一些进攻上的方式改变。想法其实是很好的，是的，但是真的是还是要把球先好好的接起来。对，节奏上看能不能再稳定一点哦。对对对。双方4分的差距。
继续由李明燕来发，23比18。现在武常国小来到了24比18的赛末点。力道有点太大了，这一球直接打出界。嘉义国小化解了一个赛末点，19比24。漂亮，打点非常的高啊。这一分拿下来，让武常国小是以25比19再收下了第2局的胜利哦。所以在这一场关键的4强赛，台北市的武常国小以27比25跟25比19来收下比赛的胜利，跟晋级到冠军战的门票。当然，对屏东县的嘉义国小来说，稍微比较可惜一点，但是接下来也还有季军战要打，所以可能也要赶快调整一下心情，调整一下身体的状态，那准备再迎接这个季军战来争取奖牌。是的，那就是信义国小的，就是嘉义国小的部分，还是要刚刚提到，就是接发球的部分是他们要赶快去处理的，所以不然我待会的季军战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调整。那武常国小的部分呢，是说他们自己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让球接到我们好球带的位置，让举球员可以好好的发挥，让攻击可以好好的进攻这样。其实他们在攻击上是有很多的球员可以来好好的发挥哦，所以真的只要前面的接发跟处理上能够更加的稳定，他们在攻势上应该是能够多点的来开花。是的。好，那这时候我们也要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在下一场的4强赛回来。
欢迎您继续来收看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在6年级男童组的4强赛，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到的是云林县麦寮国小对上台中市大雅国小的比赛。那在上一场的4强赛是由五常国小胜出，所以也确定率先拿下了冠军战的门票。那他们的对手会是谁，就要看看今天这场比赛到底会是麦寮国小还是大雅国小能够挺进到下一轮。来看一下两队的球员名单，在大雅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8号的陈政府，还有1号的黄以乐，5号的王俊彦，2号的魏廷汉，12号的王子睿，3号的张佑祥，15号的蔡定彦，10号的刘晓东，以及9号的许成瑞。再来看到麦寮国小的球员名单，包括了队长背号1号的许敬杰，3号的林书宏，5号的梁博宏，7号的刘朝瑞，8号的钟明祥，9号的王以杰，10号的王以安，12号的吴恩乐，13号的林恩智，15号的李佑林，17号的林子耀，以及11号的李炳杰。国小先抢下了第1分。大雅国小在前面8强阶段呢，是以直落2-0的局数来击败了高雄市的港湖国小。这一次中间的强力扣杀拿下分数。麦寮国小15号的李佑林在先前的比赛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国小奥赛。大雅国小背号5号的王俊彦攻击得分。继续由2号的魏廷汉来发球。又是李佑林。直线的攻击打在了防守者的拦网者的这个手指上之后，以他哨的方式来得分。直线攻击。李佑林，双方现在4-4平手。李佑林的发球，哇，直接得分。
击被拦了下来，打上。还有 chance， 4号位的攻击被拦了回来。这个球修正的太靠网了。麦寮国小7比5，2分的领先。队长许晋杰的发球，成功的拦网。哇，这个大包！场边喊出了暂停。开局到现在，其实大雅国小在接发球的部分，它的成功到位率是比较低的。那麦寮国小它的整体平均身高也算是蛮高的，所以当修正起来的时候，其实对于麦寮国小来说，他要去抓到攻击者，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的。麦寮国小在昨天的8强是面对到新北市的莺歌国小，那场比赛打了3局之后，局数2比1来获胜。那大雅国小则是在8强面对到高雄市的港和国小，是以直落2来拿下晋级的门票。许晋杰的发球，后排收起来了。本连回来的球还有4号位，斜线打得非常的漂亮，9号的许承瑞。精彩的一个斜线攻击啊！12号的吴恩乐，麦寮国小正中的黄金左手，吴恩乐身高也来到了169公分。chance， 反而是麦寮国小这边自己发生了队友之间沟通上的失误哦。对，这时候那举球应该要低低的出声音，把他的队友稍微推开一下，去修正这颗球。两个人有点撞在了一起。
国小许承瑞的发球。后排攻击outside。富神给了一个触网。收起来了。上的比较贴网的球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对，因为我们麦德国这个攻击手也是克的比较后面的位置，所以他当一举靠网的时候，其实他有点要处理上就是相对困难。大雅国小12号的王子睿，强力的重扣，结果这时候麦寮国小发生了发球失误。小伟的攻击被拦了回来。后面防守没有进行补位的动作。后排攻击得分，9号的许承瑞。打点相当的高哦。场边喊出了暂停，双方现在激战到剩下1分的差距哦，大雅国小14-15，1分的微小落后。暂停回来，麦寮国小连续的得分。哇，往前的处理，球举得太靠网。
雅国小这边赶快再喊一个暂停哦，稍微再调整一下节奏。不然刚刚的暂停一结束之后，是让麦寮国小连得了3分。大雅国小在113学年度的杯赛部分，永信杯是拿到第2，理事长杯拿到第1名。那另外，在北港妈祖杯排在第5，可嘉杯则是排在第6。斜线攻击打在了界外。麦寮国小还是继续由李幼玲来发球，发球就已经让对手有一点压力在。不过这边的接球发生了失误，王彦军后排的攻击得分。李幼玲身高168公分哦，再加上她的爆发力、弹跳力是相当的惊人，其实击球点是非常的高。是的。可惜麦寮国小这时候发生了发球失误。攻击现在让大雅国小追到3分差距，17比20。蔡定燕发球其实站得非常的后面哦，就是他这种长飘球，就是有个特性是，他如果有发的稳定的话，他其实不好掌握他的弱球点在哪，有时候可能会在往前击坠，有时候可能会造成后半段飘上来的动作，对接发方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在。而相对的，他如果没有打到的状况下，一定就是界外或是落赢了。塔照。吴文乐的发球，俊彦再追1分，继续由王子睿来发球，李幼玲一个漂亮的直线进攻，看得出来李幼玲今天手感依旧相当的火烫啊。他最后这个直线的延伸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
麦寮国小是换上了10号的王以安。麦寮国小在第一局25比20先下一城，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回来！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在6年级的男童组4强赛，今天看到的是麦寮国小对上大雅国小的赛事。在第一局是由麦寮国小25比20先下一城，第二局的比赛现在也正式开始。成功的拦网，不过麦寮这边还有攻势，这一次的拦网得分没有问题。大雅国小12号的王子睿。其实刚刚场间休息的时候啊，那个大雅国小的教练就有针对麦寮国小的攻击手有做一些提示，就是提醒选手他的拦网特性是什么。所以刚刚在拦网上面就有掌握度就相对的比较好一些，动作其实也非常的扎实。是。但是麦寮国小马上就靠着他们阵中的主将李佑霖实现了攻击得分。大雅国小跟麦寮国小，其实在这一次的中华杯里面都是属于种子序比较前面的球队哦。大雅国小是排在第2，麦寮国小是排在第3。这两队实力都相当的好，但是在临场上就是看谁的失误相对比较少，他的获胜的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大雅国小2号的魏廷汉来发球。还有
这个攻击打到对手的脸部哦，所以也赶快过去跟对手致意道歉一下。是的，就是其实排球比赛里面，我们还是希望选手是有良好的品德。因为我们过程当中并不是故意要打对方的，所以当我们不小心击到对方的时候，我们赶快过去跟对手致意一下。这是很好的运动家精神哦，是的，对，真的是需要从小来培养。林恩智的发球，哇，接发上遇到了一点状况，球没有办法绕过去哦，是由麦寮国小得分。刚刚魏廷汉这个脸部被重击哦，可能现在队友也要关心一下他的状况，还 O 不 OK？ 对。国小这边赶快喊出暂停。以今天这场比赛到现在，大雅国小他的接发的状况，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很不理想的状况。那可能教练团要提醒的是，他们如何因为麦寮国小的发球加压状况发球的加压部分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可能要提醒小朋友站位，或是需要做一些站位上的改变这样子。卢清泉。NONO 带着大雅国小，其实在这几年的这个杯赛上也都打出了蛮多不错的表现。是的。追了1分，3比5。可惜王俊彦的发球发生了失误。麦寮国小发球轮回到李幼玲。手的稍微比较勉强，可惜了。突然的改变节奏，大雅国小还有没有办法救？差了一些。球赢赛没问题，许承瑞。蔡定彦的发球。的攻击没有过网，来让双方在比分上回到了7比7平手的局面。蔡定彦，哇，可惜这一次就稍微短了一点。对。庄明祥来发。后排的
击没有办法落在界内。漂亮，许承瑞。在空中突然的收力哦，所以也让对手在防的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没有预料到会是一个吊球。继续由文乐来发，chance， 突然的吊球很聪明。这段时间大雅国小的失误状况稍微比较多一点了。是的，因为就是如同刚刚讲的，他只要接发不到位状况下，其实大雅国小的攻击时就很难去处理这些球。面对到麦寮国小很加压的发球，其实这几次的接发处理都没有办法非常的稳定。是的。大雅国小其实除了在男生的部分表现很出色之外，在6年级的女童组也已经挺进到冠军战了。今天也会转播到时候他们是要面对到屏东县的崇兰国小。继续由麦寮国小的吴文乐来发球，目前是12比8，4分的领先。漂亮，再看一次。王君彦在4号位的得分。轮到王子睿的发球，连续的得分，王俊彦。这边跳得非常的高啊，他都在最后一刻确定拦网的方向之后，才往另外一个方向打一个直线漂亮的攻击，打得很聪明哦。每当大雅国小开始连续的得分麦寮国小这边就会是由李幼玲来挺身而出。对，马上将分数要了回来。梁柏宏，好位的攻击得手。魏廷汉来发球，比赛中后段只要出现发球上的失误，对气势上也都还是会有一点影响到。是的。但是这边也还了回来。麦寮国小的球员也赶快上来跟林恩智说没有关系哦，专注下一球就好。王俊彦连续3位球员都发生了这个发球的失误，感觉出来球员们其实都很紧张啊。对，从他们一拿到球那一刻就感觉到很
急着想要把球发过去。对，毕竟来到了4强，大家都希望是能够进入到冠军战。非常漂亮的一个斜线进攻。中间，黄金左手温了。这个直线打得很有水准，在最后一颗才选择了直线的方向出手。麦寮国小3分领先，后排拦网成功。在3人拦网当中，是由文乐把这一球给拦回去。后排李幼玲，这一球还是inside，整个气势都挡不住了。从接球到自己的攻击哦，整个动作上是真的行云流水。对。还有，可惜打点稍微低了一些。打在了网子上，这样一来，麦寮国小也来到了20分了，现在20比14的领先。再一次啊，被拦了回来，但还有。大雅国小许承瑞的攻击得分。其实，在大雅这边就是5号跟9号2位选手，他的攻击能力都非常的好，所以就是团队上就是势必把球接好之后，好好的举给他们，好好的进攻，才办法把比分的缩小。大雅国小阵中的2位高个子哦，王俊彦179公分，许承瑞180公分，只要能够队友可以给到他们比较好来击球的位置哦，其实攻击都会非常有破坏性。是的。说着说着，马上就来了王俊彦。这一球的打点很高啊，从我们这边目测看起来，可能有将近240公分。重点还是在接发球的稳定性啊。是的。一旦接发球能够稳定下来，后续的攻势串联就会更加流畅。来往他上。5分的差距，麦寮轮到文乐来发球，好球，王俊彦锁定了对手在防守布阵上没有人的位置来打。这一次的攻击出界，大雅国小追到3分差距。
过这次的发球，让麦寮在接发上有一点问题。大雅的 chance， 攻击被拦了回来 ，chance 哦，有一点不稳定，没办法，这一球已经落地了。梁柏宏的发球，举得稍微靠后了一些。哇，这一球被拦了回来。对于王俊彦的攻击路线，麦寮国小这边也掌握得很确实哦。是的。麦寮国小差2分就能够挺进，差1分就能够挺进到冠军战，已经来到了赛末点24-18。继续要由梁柏宏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再见 S 球！麦寮国小在4强赛是以直落2，25-20和25-18击败了大雅国小，挺进到冠军赛。但大雅国小其实今天的表现也非常的理想其实真的是只差了一些。那可能在接发球的一个稳定性上，如果能够再提升，季军战应该还是能够有好的表现。所以稍后我们在今天压轴的6年级男童组的冠军战，将会看到的是麦寮国小要对上的是台北市的五常国小，季军战则会是由大雅国小来面对到屏东县的嘉义国小。那我们稍后还要来看到6年级女子组的部分在女子的季军战会是由新北市的莺歌国小要对上的是桃园市的中山国小。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在6年级女童组的季军战，将会由桃园市的中山国小要来面对新北市的莺歌国小。先来看一下两队的球员名单，在中山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12号的苏雨乔，11号的庄雨燕，13号的黄玉琪，14号的赖小乔，15号的刘芷婷，16号的洪雨辰，7号的吴恩惠，以及18号的梁嘉宁。另外，在莺歌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1号的陈佑珍，2号的曾佑慈，3号的郑诗雨，4号的江佩茹，5号的黄绿颖，6号的苏嘉怡，7号的陈义堂，8号的陈伟妮，以及12号的詹令轩。虽然两队都是在4强落败的一方，但是还有季军战，代表还有机会可以把奖牌带回家。第一局开场就用发球得分，看到的是莺歌国小8号的陈伟妮。哇，连续2个发球得分。陈伟妮的发球其实是蛮难接的，因为他的后面的尾劲其实是蛮强劲的。恭喜，比较可惜出界。莺歌国小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一次的6年级女童组当中，莺歌国小算是在积分上排名稍微比较靠后一点的球队。那相对他们今天的对手中山国小是种子第4种子啊。是的。悄悄的得分。中山国小15号的刘芷婷身高也是相当的高挑，有170公分。12号的队长苏雨乔来发球，詹令轩非常的聪明。队长陈佑珍，这个处理也是比较靠网，马上又给到莺歌国小有霸包的机会。刚刚2颗的球都接的比较靠网一点，那我们中山这边的底盘又相对比较矮小，所以对于防守上会比较多的压迫感。莺歌国小的连续得分，现在将领先扩大来到5比2，3分的差距。中山国小这边也是赶快互相的打气一下。往前的处理，15号的刘芷婷。中山国小在去年中华杯的5年级女童组是以第4名坐收，那莺歌国小当时是排在第7。发球的力道虽然很强劲，但是高度稍微偏差了一点。轮到莺歌国小6号的苏嘉怡来发球，还有4号位啊，可惜。
击球点有点没掌握到。对，因为退的距离不够，导致他起跳的高度是不足的。嗯。刘子婷的发球，救回来 ，chance。稍微比较靠网的球，对，举球也到位的时候比较缓，就稍微慢了一点。状况来到6-6平手，继续是刘子婷的发球。佳雅的发球其实让对手蛮难处理的。刘子婷，好，跟正刚应该是13号的黄玉琪。身高也来到了169公分，中山国小现在反超了比数，来到了7-6。还有4号位。又被拦了回来，中山国小连续的拦网成功。哇，也是比较贴网的球。冬季奥赛，其实，在季军战的比赛场后面呢，还有这个苑里国小对上北城国小，要争第5名的排名赛。哇，这一球差一点点啊！应该是小朋友稍微心态上比较急了一些。发球的失误。中间 chance 球，哇，这个攻击强而有力。13号的黄玉琪，其实，在这一届的中华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男童组或是女童组，6年级已经有蛮多的小朋友，其实都有长到160、170。男生的部分甚至有到接近180的球员哦。对。那当然，现在随着感觉这个小朋友的身高逐渐的有在越来越高的一个趋向，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期待未来哦，说不定我们未来的这个国家队的平均身高也都能够在提升。
个处理没有搭配好。英歌国小现在陷入到4分的落后，场上球员之间也要赶快把声音喊出来。黄玉琪的发球，直接得分。这次的发球出界，陈维尼，还有选择吊球，哇，成功！适时的在空中稍微的收力，调整一下这个球的落点。这球接起来，还有15号的刘芷婷。刘芷婷选手非常的聪明，这最后一刻才突然进行一个小搓球的动作，让球落在一个非常刁钻的一个位置上。除了有身高上的优势哦，在空中的判断其实也做得很到位。是的。4号位的攻击，陈一堂的得分，现在帮助英歌国小追到12-16。刘芷婷攻击他撞，击球点真的很高，对他也不大力打，就是瞄准了拦网的手之后，轻轻的一撇就可以把打得精准就可以了。所以这时候场边也喊出了暂停。其实英歌国小这边呢、应该是在于说他们的失误相对于中山来的多一些。那其实教练可以建议选手是说，是不是在发球的节奏上稍微缓慢一点，让队友之间有多一点喘息空间，去进行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英歌国小刚也是有出现发球的失误哦。是的，加上他的防守及接球失误上，所以导致比分有稍微的被拉开了一些。确实可以在裁判响哨之后再吸一口气。对。贴网的球，突然的节奏改变，还有。
队的防守都很有韧性。突然吊球，突然的吊球啊！黄玉琪打得很沉稳。非常的聪明啊，让球刚刚好越过拦网者的身体跟手。还是黄玉琪。中山国小来到了20-12，8分的领先。罚球直接得分。即便拦网者有稍微碰到，但也拦不住啊！拦不住，打点非常的高。这种身材高挑的选手，他如果不往下打的话，其实对拦网方来说是非常难以去拦阻的。因为他就是把球打长线，然后你真的要完全拦住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要刚好是挡在完全对的位置上。对。两队来到了10分的差距。中山国小继续要由刘芷婷来发球。王子出界。有点没处理好。中山国小来到了局点，24-12。还是往前的处理哦，让中山国小这边略胜一筹，在第一局以25-12先下一城。但你怎么看中山国小在这场这个第一局的表现呢？能用不疾不徐来形容他们，就是每个动作他都做得很完整，那整个团队也不会到非常的混乱，就是把大家工作都做好。感觉整体的节奏是蛮安定的。对对对，就是很稳扎稳打的在进行着。那相较于英哥的话，就是从每个动作都很急躁，看得出来小朋友都很紧张，想要把每一个动作做好，反而是让他的身体过度于紧绷。那可能教练团在这个局间的时候，可能要跟小朋友提醒的是，每一个节奏都是慢慢来。没错。对，从发球开始跟接发球开始这样。看看透过这个局跟局之间的休息，在英歌国小的部分能不能够把士气赶快找回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跟着台亚转播团队一块来欣赏114年的中航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在6年级的女童组季军战，英歌国小对上中山国小的赛事哦，在第1局结束之后，是由中山国小先以25-12拿下。接下来进入到第2局的赛事。还有 chance 球，强而有力哦，而且同样也是打点非常的高。刘芷婷，落点的掌握也相当的精准。反倒是让中山国小在防守上发生了一点状况哦。刚刚举球突如其来在掉这一颗球，让中山措手不及。接发没有处理好。又是发球直接得分，英歌国小的队长1号的陈佑珍，再继续来发球。哇，这球压在 inside。中山国小有刘芷婷跟黄玉琪2名身材高大的球员，刚好会排在一前一后哦。对，真的是很可怕。攻击力道有点没有掌握好。还是一样，连续的在4号位的攻击，有没有办法把球压下来？苏雨乔的发球，直接得分。在英歌国小球员的部分，感觉在比赛过程中，有的时候情绪起伏好像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是的，因为国小生他的心态上本来就比较不那么的健全，对，那如果加上多余的失误的话，他就更加的紧张，心情可能会觉得有点慌哦。对。但我们也看到，其实丁教练在旁边真的是给他们很大的安定感了。马上把状态调整回来，苏嘉怡要继续发球。现在双方回到了5比5的平手。哇，这个攻击的力道跟角度实在是非常的强劲。
赖小乔来发球。稍微交换一下，调整一下心情。对，这时候先把陈伟霆换下来休息一下。换上的是2号的曾佑慈。漂亮的拦网。又是发球直接得分，中山国小将领先扩大来到9比5，4分的差距。打的位置很巧妙。非常聪明，在最后一刻选择一个轻推的动作，落在一个很刁钻的位置上，没有选择硬打哦。对，这个其实也是看到在中山国小这边，包括刘子婷跟黄玉琪都一样，他们在面对这个有时候队友给的球，可能不是他最好打的一个高度或是位置的时候，他们都有办法灵机应变去调整。对，两位选手其实打的都蛮聪明的，他不会想说我每颗都要用力的打，他就是打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或是一个很刁钻的位置上，让防守方自己去自乱阵脚就可以。尤其对攻击手来说，要在空中灵机应变的去这个变动他最后攻击的路线、角度，甚至是力道的这个收放，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都是短短几秒就要做出来的决定，很瞬间你就要去判断出这个他可能会打在什么位置上。那以郭晓生来说，他可能这个部分还没办法做到非常的完整。这个也还是需要靠经验的累积。斜线被救了起来，同样又是在力量上做一个调整啊，打在了一个国小防守位置没有站人的地方。总是能够找到对手这个前后排之间的空间呢。对，因为加上一个国小那个曾佑慈同学是刚换上来，所以他在整个投入的状态可能还不是到那么的，就是高度紧张的状况下，加上判断那个也是相对比较困难，反应速度可能还会稍微慢一些。对。赖小乔继续发球。chance 球，这次是连击，中山国小的连击，也让他们在连续得分的部分稍微断了下来。4号位的攻击出界，这时候陈伟妮也重新回到了场上。哇，发球的位置让英歌国小很难好好的处理哦。对。因为刘子鼎同学他的发球是跟第一局的发球方式是不一样的，他第一局发的是飘球，第二局开始他开始用旋球在发。
这段时间陈一堂的攻击其实都高度上稍微差了一些。比分拉开到17-6，11分的差距。这时候场边也喊出了暂停。上线莺歌国小落后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教练可能还是要针对哪些地方去做提点？最基本的一定是从接发球开始。对，因为面对攻击中山国小2位比较高挑的选手，攻击手已经是在攻击的选择上是相对比较难的，他一定是要打长线或是打一些比较刁钻的弱点。但如果你接发球又接不到位的状况下，举出去的球，他只能做了一修正，那攻击手又更难去突破他们的拦网的部分这样。这个时候其实也真的很考验一个国小球员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对对对。因为毕竟比分被拉得这么开，这时候真的要把一切都抛开，想办法一球一球好好的来对，就是要稳稳的来打每一颗球。刘子婷。哇，这一球不好接，打得非常的长。chance， 突然改变。但英格有接下来这次的攻击，中山守住了，再来，这边没办法。前面几波其实英歌国小的接球处理已经是有比较稳定了，只能说黄玉玺给他们的压力真是太大了。对，有的时候对手的这个身高，除了在他攻击的时候击球点很高之外，站在你面前真的就有一个压迫感在。对啊。还有，哇，后排接得漂亮，黄玉琪这一次打深了，出界。黄玉琪这一次同样球打得比较深，不过应该是有 touch 到。这球是副审给了一个触网，有一个的哨音，所以这时候教练也赶快上来反映一下哦。对对对，询问一下是哪一位触网。镜头这边是没有拍到的，可能要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感觉在网带上好像有抖了一下。对。来到第二局时，英歌国小在2号位跟4号位的攻击，经常都是高度不太足够。对，因为他避开拦网者去做个进攻，所以他的整个路线的选择上就相对比较少。嗯。崇明突然的吊球。有的时候硬打打不过，真的是要稍微改变一下方式啊。是的。张佩如的发球，还有。赢了有机会，
后排的攻击，可惜，最后是直接出了界外。中山国小轮到钟宇燕来发球，还有虽然是越过了防守者，但是同样也是直接出了界外。中山国小来到22-8的领先。英歌国小队长陈佑珍挺身而出，这一球打得漂亮。把握一下，突然来一个快攻。其实我们后面可以发现，其实英歌只要把球好好的接起来，他们攻击手是有能力去突破中山的拦网的。没错，重点还是在于接发的一个稳定性哦。是的，因为毕竟中山国小在发球的加压确实给了很大的破坏力。对，接起来，处理球，还有往前哇！给到黄玉琪很好来打的空间呢、身高169公分，面对这个200公分高的网子，其实轻轻跳就可以拍到啊。甚至是没有跳的时候，应该都超过网。对。英歌国小再追1分。罚球直接得分。队长陈佑珍现在带领英歌国小继续来追分啊，努力把分差给缩小。哦，漂亮！这一次的配合就打得很好哦。是。这一球还是中山国小的分数，24-13，刚好压在了线上，非常的聪明。中山国小的赛末点，要由队长苏玉桥来发球。好球，陈义堂。哇，这一球接的比较不理想，送回去呛死球。难打一点。哇，可惜了，
最后同样是在高度比较不足的情况下，这一球是打在了网子上啊，所以让中山国小以25-14再下一城。那对中山国小来说，就是以直落2的方式来击退了莺歌国小，收下了本届中华杯在6年级女童组的季军第3名的成绩。莺歌国小比较可惜哦，不过以第4名坐收仍然是一个相当好的表现哦。这边怎么看今天两队来到第2局，尤其是后段的发挥呢？在中山的部分呢，他就是整个心态上就是比较稳定，他就是每一颗都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那不好处理的球，他也会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路线去进行一个突破。那取得这项成绩是很名至实归的。那在莺歌的部分比较可惜的是在于说，后半段他们的进攻上能够有效的突破的点有慢慢的打出来。但是很多的机会球还是没有好好的把握，就是相对比较可惜的地方。中山国小在去年5年级的女童组是拿到了第4名，那今年等于在排名上往上了一步，可以变成是季军第3名的成绩。莺歌国小其实也真的很不简单哦，去年虽然是有打进到8强，但是当时是以第7名来坐收，今年能够获得第4名是相当好的表现。那也希望两队都能够继续努力，在接下来更多的杯赛或是明年的中华杯再继续来挑战更好的成绩。对，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带您看到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战。
继续来收看114年第54届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决赛，将会由台中市的大雅国小要面对的是屏东县的崇兰国小。先来看一下两队的球员名单，在大雅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12号的王子晴。另外1号的江涵汝，9号的王承旭，11号的刘彦宇，13号的杨永竹，5号的林瑜晨，10号的徐雅珍，14号的赖瑜倩，3号的廖云轩，8号的黄佩瑜，2号的陈佩玉以及4号的黄婉琪。另外在崇兰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2号的李君杰。8号的吴佩妍，6号的潘林轩，7号的郭宇文，3号的林子瑜，1号的高佩慈，5号的林佩琴，10号的谢云熙，4号的张德慈，11号的黄新堂，9号的陈佑君以及12号的陈延璇。决赛的第1分是先由崇兰国小拿下，来到了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战，当然也代表是在这个组别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无论是大雅国小或是崇兰国小，其实在前面4强跟8强的表现都是相当的理想。大雅国小在8强是2比0击退了安庆国小，4强2比0再击败了桃园市的中山国小。中间的攻击落在了没有防守球员的位置，崇兰国小2号的队长李君杰。那崇兰国小在淘汰赛阶段的8强是面对到苗栗县的玉里国小，是2比1来胜出。前面的4强赛则是直落2来击败莺歌国小。4号位的攻击被拦了回来，后排打出去的距离也是稍微远了一些。张涵汝其实在大雅国小前几场的比赛表现都很亮眼哦。这里出现了发球的挂网失误。国小跟崇兰国小在本届的中华杯也都是在种子序比较排在前面的学校，大雅国小排在第3，崇兰国小排在第5。林瑜晨，这一球是inside。崇兰国小虽然整体上在身高的部分哦，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球员，整体上都算是平均哦，在160上下左右。对。但是队长李君杰其实在打法上是相当聪明的一位球员。对，他打法相当的成熟。甚至有许多国中生可能都没有他那么的稳定。没错。徐雅珍的发球。还有，救起来了！哇，突然的改变节奏。崇兰国小7号的郭宇文，轮到李君杰的发球。
漂亮的直线进攻。举球员给的位置高度也都相当不错。对。大雅国小杨永竹的发球，哇，斜线打得漂亮，江汉入170公分。成功的拦网，打包。廖云轩往前的反应也非常的机灵。发球出界，还有非常精彩的一颗球啊！一开始由2号位置退出去面对斜线，最后才选择一个直线来做一个进攻。王子晴也是冷静的来处理哦。这个发球加压的力道真的是不好接。对。成功的拦网，廖云轩个人拦网得分。大雅国小应该这一次中华杯所有参赛的球员哦，除了小六男童组等一下还要比这个季军战之外，其他人应该现在都在观众席上来替选手们加油。对，他们这次整个5、6年级总共有4队来参赛，整个人数应该是所有队伍里面最多。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庞大，包含家长的加油团也是非常的多了。没错。那大雅国小对于整个排球队的培养跟养成是非常的重视哦。其实包括没有办法在周间来到现场看比赛哦，在学校里面好像老师也都会播这个直播给同学来一起看，一起为他们加油。整个校内的排球风气都是非常的好。没错。这个起跳之后击球的时间点没有掌握好。崇兰国小现在稍微有一点陷入到乱流，让大雅国小是连拿了好几分。继续还是王子晴的发球，越位，可能需要喊个暂停来
缓解一下球队的目前的状况。这次4号位攻击得手，崇兰国小3号的林子瑜。非常聪明的一颗球，只用手腕的部分来打到直线的没有人防守的区块。把握一下发球。江汉儒除了有身高上的优势哦，当然他自己也非常的聪明。可以看到他在位置的转换上，立刻来到4号位，打出了强劲的攻击。这边要先做人员上的更换，换上了赖于倩来发球。拦网得分。哇，赖于倩一换上来的发球就强而有力哦。这2颗都发得非常的刁钻。不只是位置的弱点，包含力道都是非常的强劲。吴佩妍的攻击出界，继续是赖于倩的发球，不过场边先喊出了暂停。双方的比分这时候拉得比较开一点哦，17-8。大雅国小即便现在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一些哦，但是教练还是针对场上的一些站位细节，赶快再更叮咛一下球员。那当然，崇兰国小的部分要赶快把这个士气跟节奏找回来哦。对，主要会比分拉这么开，还是从接发球部分去影响到。哇，又是发球得分，14号的赖于倩。连续的发球得分啊！连续4分。5分了。因为他发的球其实都蛮长的，那刚好崇兰国小站的位置是相对的比较前面，所以他们在接发球上是相当于比较不容易去接到发球。连击。大雅国小的分数现在已经来到了21分了。有点贴网的球，想要的机会球。崇兰国小的球员现在虽然分数被拉得比较开哦，但是真的要互相的鼓励，
赶快把士气先找回来，一颗一颗追啊！先把自己的节奏先找回来。对，哇，这一球就打得相当的好。这一次的攻击没有过网，吴佩妍来发球 ，Lucky ball。其实崇南这边现在要把握这几波的发球时间，因为他的队长轮到在前排呢，他的攻击能力是相对于崇南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哇，又是 Lucky， 不过这里有守起来，还有，哇，才刚讲完，马上就是队长李君杰跳了出来。对，他不管是角度或是力道，在崇南里面是数一数二的攻击手。而且其实他在不管场上比分如何，不管是逆风顺风，其实他的反应都是很冷静的。对，能够冷静的去处理每一颗球。虽然说现在还有10分的差距，但是昨天在8强的赛事我们也看过，10分是有办法去追平的。是的，这国小比赛就是这样，就很难说。对，所谓的球是圆的，不管落后多少，比赛还没结束，一切都有可能。暂停波回来的发球非常的重要。没错。继续要由吴佩妍来发球，也要来看一下大雅国小的接发状况。这球被拦回来之后，没有办法了。崇南国小再追1分。拦网有掌握到哦。对，由队长林君杰来拦到这一颗球。在被对手连得几分之后，这时候跳出来，接罚之后再赶快来到2号位的位置啊！张翰儒来发球，非常的强劲。崇南国小轮到林子瑜来发球，打得稍微深了一点，这一球出界。哈哈哈！再来一个 lucky ball。大雅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因为接连2个选手都发了2到3分的球。刚好是落在了中间没有人的位置。这一
可惜这边出现了发球挂网的失误，让大雅国小现在24比17来到了局点。还有后排，哇！但是这一次没有打过网。他需要得分。大雅国小靠着杨柔竹的得分，现在是以25比18在第一局先下一城。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114年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在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战，现在来到第2局的比赛，大雅国小来发球，可惜江汉儒发球的失误。这一局对崇兰国小来讲就非常的重要哦。对。因为第1局其实是蛮早就被对方把分数拉开，是的。现在势必是要尽可能让分数至少先维持在一个比较焦灼紧咬的状态。对，没有错。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接发球，如果能够稳定的接起的话，我相信比分应该不至于会被拉开。没错。中间，马上就跳了出来哦，队长李君杰。其实崇南国小的小朋友可以再放开一点。因为毕竟已经打到冠亚军这个阶段，他们如果能够再多享受一点这个比赛，他们应该会打得更加的理想。没错。
每一场的比赛都是经验啊，要好好享受这个舞台。哇，这时候是王子晴。打的落点相当的巧妙，而且力量也很大哦。对。徐雅珍来发球，还是找到队长李君杰。中南国小也需要在队内把这个声音喊出来。对。李君杰的发球，不太好处理。哇！但这次的攻击还是压在了线内。刚刚是杨永竹。但这时候出现了发球挂网失误，轮到潘凌轩来发，还有chance球，中间。他就要得分，突然来一记吊球，在几次的状况之后，突然来一个吊球是非常有效果，适时的去破坏场上的节奏。对。大雅国小队长王子晴的发球，攻击inside。4号位的斜线打得相当强劲，两队在第二局都有一些发球失误的状况。这个发球失误能够减少的队伍，可能就会掌握这场比赛的走向。没错。关键时刻真的就是看谁的稳定性比较高，谁的失误能控制的比较少。马上再回击一个失误。哇，在上一局第一局发球表现很出色的赖于倩，这时候发球也出现了失误。chance球。江涵儒真的是打得很聪明哦，有的时候突然出来吊球改变节奏，这一次又靠着一个强劲的直线攻击来拿分。江涵儒的发球。后排攻击出界，哇！后排
可惜了。谭林轩这一次的攻击力道稍微强劲了一点，没有办法落在界内。吊的位置很巧妙，但是大牙也有守起来。哇，反倒是这一次王子晴力道没有打满的情况下哦，落点就更加的刁钻，到这个非常刁钻的位置上，而且是一个对角。对。又是发球的失误。目前大牙这一局的失误已经来到了4次了。这个部分可能要提醒选手们要注意一下。中南国小再次把领先要了回来，10比9。李俊杰，2号位的攻击，看到的是13号的杨永竹。chance 球，哇，扎实的拦网，这球完全被掌握住了。哇，挡的是非常的确实哦，7号的郭宇文。相当聪明哦，他这球又比较靠，他不是选择往下打，就选择一个打在长线的靠去让他出去了。这也是王子晴作为队长的价值啊。大家国小现在扳平了战局，11比11。王子晴的发球。救的稍微惊险一点，不过还有。突然放一个短的，但是也被拦了回来。吊的相当的精彩，刚好越过拦网者的手，吊到一个没有人防守的地方。王子晴也尽力了，想办法用扑接的方式来救，但速度上当然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了。郭宇文。有，大雅国小3号廖云轩的发球，接线攻击出界。这一季中间的攻击就打得非常的强劲哦，
让大雅国小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它接起来。吴佩妍其实身高165公分哦，在他的击球点上其实也是很高的球员。他的爆发力是一个很好的选手。没错，第一局感觉他是打的稍微有一点绑手绑脚，有点闷闷的。对，你看第二局能不能够稍微把这个手脚放开点，压力释放掉？对。哇，还是要看到队长李君杰的表现。两队在比分上是呈现缠斗，14比14。闯南国小林子瑜的发球，长了一些。拦了回来，哦，连续2次的成功拦网，感觉卓然的气势有在慢慢的提升哦。在李君杰跟郭玉文的双人拦网之下拿下分数。这边要再把领先扩大，来到2分差，17比15。这时候也让大雅国小必须要先喊出一个暂停，稍微缓加一下场上的气氛。来到了冠军战哦，现在两队当然都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暂停过后，同样来看一下发球的稳定性。这个球真的不好接，不好，但反而是巧妙的在往前有一个吊球的机会，而且是压在线上。对，羽球也很冷静。有的时候对小朋友而言呢，这种高张力的比赛，情绪的这个调配是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在高张力的比赛下，他们就很紧绷。对，他紧绷有时候会忘记自己该做什么事情。但可以看到徐雅珍哦，她的表情永远都是只会在专注跟笑容之间去做切换。对。队长李俊杰，双南国小还保有1分的领先，18比17。哇，发球直接得分！这时候这一颗 S 很关键啊！这时候再把领先扩大到2分了。连续 S， 李俊杰果然是崇南国小当中稳定军心的关键角色。
大雅国小毕竟已经是1局在手，肯定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让比赛结束的。希望赶快把比赛拿下。所以也看崇兰国小的气势慢慢起来，这时候也当然必须要喊个暂停来调整一下。暂停回来，李君杰。哦，我们有时候都会说这个暂停会带有一点这个拐气的用意在，对，但反倒是让李君杰发出了一个 lucky ball。还是相当的稳定。送过来，左揽的机会球。还有4号位，左中针，这一球接喷没有办法了。在李君杰的压迫性发球之下，崇兰国小现在真的是把进攻的节奏慢慢的找了回来。拉开到22-17的领先，成功了拦网，往后排，适时的调整一下进攻节奏。大雅国小4分的差距，轮到杨永竹来发球。chance 球，眼睛离开了球的视线。张涵儒转了一圈，就发现球是掉到了自己的头上。这边崇兰国小拿到了第24分，来到了局点，24-18。发球轮到潘林轩，还有又是个沟通上的错误。不过崇兰国小还有5个局点。大雅国小轮到王子晴来发，巧妙的一个吊球，巧妙的落点呢，拿下了分数，25-19。崇兰国小现在将局数扳平成1-1平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看到关键的决战第3局。
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在大雅国小跟崇兰国小的决战第3局，崇兰国小开局是先连拿了2分。大雅国小这里发生了连击的状况。去年的中华杯在5年级女童组的部分大雅国小当时是第5名坐收。那崇兰国小则是连续去年他们在5年级组也是有挺进到决赛，不过是以第2名来收尾。第3局开始，中央国小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开头连拿4分呢。所以看到大雅国小赶快，关键时候只有15分就要决定比赛，这时候必须要先喊一个暂停。对，马上把节奏调整一下，因为每15分里面每一分都非常的重要。对。我们经常说来到这个决战局其实真的就看临场反应，谁的失误少，基本上谁就能赢。对，谁的把握度高就会比较有优势在。没错。后排强而有力。暂停过后，大雅国小也把进攻的节奏稍微找回来一些。13号的杨永竹，这个发球要好好的把握。发球来到了江涵儒，仍然是靠着队长。拿到第3局，他体力还是非常的充足啊。没错。林子瑜来发球，林育成，这时候能发出 S 球，对气势上是能够有蛮大的提振。连续得分当然这边可能要赶快解决一下连续4分的问题。所以赶快立刻就喊出了暂停。对，要看教练会不会给一些什么样的指示，因为现在他的发球是比较有加压性的。对，那有没有办法安排一些比较适合的人选去接这颗球，让攻击手能够好好的来得1分？在接发的一些细节上，还是需要去多加的注意。这一球打得稍微力道大了一点的李君杰，虽然想法很好，但是最后的落点没有办法压在界内。这时候的罚球失误就真的对球队来说是蛮伤的，代价比较大对，决战局真的是每1分都非常的重要。
廖佩慈的发球，哇，成功的拦网。这也是王子晴比较少数看到在攻击点的掌握上不是那么理想。对，因为这一球举得稍微有点开，所以他现在在攻击上比较不好，就是一个错误。现在国小连续几次的失误，现在让崇兰国小先取得8比5的领先，双方要换边。两队都有许多的加油团哦，在2楼的看台，尽力的嘶吼来为自己的队友、为自己的球员们来加油。哇，2号位的攻击，杨永竹换边之后，立刻帮助大雅国小再追1分。轮回到徐亚珍的发球，然后我比较急躁了一点。对，这一球打出界。大雅这边，我刚刚有发现一个状况，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他们刚好发的人都是掉在他们2位主攻手身上，所以造成他们同时又要接球又要进攻上，他们的节奏是比较难去完全的把握住。转了一个直线进攻。郭宇文这时候挺身而出啊，赶快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虽然是让对手连拿了几分，但崇兰国小目前还是领先的一方，9比8。这个斜线很精彩啊！王子晴。还有巧打，卡球，崇兰国小来到了10分。前面讲了他的击球的力道，而且打得比较平的情况下，其实让这个拦网者真的很难处理哦。对，很难去掌握他的攻击节奏。重发。现在是大雅国小反超了比分11比10。刚刚也听到在2楼的看台上啊，大雅国小的这个应援团大声的喊着4分。对，在4分。
这时候还是要看崇南教练团能不能给球员一些指示了。没错，先把比分先要回来，至少把比数咬着哦，不要让对手把这个比分逐渐的扩大。是。王子晴来发球，可惜这个可以说是教练得分啊。对，暂停奏效。对对对。换崇南国小这边喊出4分，气势不能输。这一球打长了。崇南国小要回了领先，12-11，立刻大雅国小也喊出了暂停。哇，这时候不能让对方把气势带走。对，现在最后的几分了，每一分都好好的把握。对，当有稍微不顺的时候，还有暂停，一定要马上喊暂停。场边的加油团也是看得很紧张啊。真的。哦，应该很多的小球员这时候可能都会想说，很想要下去帮忙。真的真的。大雅国小跟崇南国小在中华杯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战决胜第3局，崇南国小12-11，1分的领先。张涵儒关键时刻马上挺身而出。12-12的平手，大雅国小的发球回到了14号的赖于倩。关键的一分 ace 球，而且打的位置非常的刁钻啊！13-12，继续由赖于倩来发。把球送回去，大雅国小14-12来到了赛末点，也是冠军点。看看最后时刻能不能把握住。这球是赢赛，崇南国小再追回1分。这时候真的很考验双方球员的心脏啊！真的，这颗发球应该会很紧张。发过去之后，后排的攻击得分！大雅国小15-13拿下了关键的第3局，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第2局被对手扳平之后，感觉大雅国小其实在整体的士气上还是有受到一点影响。那第3局开局也不是很出色的情况下，还是有办法把分数再成功的反超。那这边也看到崇南国小的球员当然是非常的难过，毕竟距离冠军这么接近的距离，没有办法捧起最终的冠军后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可惜。这2队今天都打得相当的精彩，要去给这些小朋友一些多一点的肯定跟鼓励。没错，因为运动赛场上胜败是必经的事啊，对，一定会有人赢，也一定会有人输。这是他们必须要学习跟经历的一个过程。没错，即便说今天在最后的比分上是由大雅国小以局数2-1来收下
这一届中华杯在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但是崇兰国小的表现真的也非常的精彩哦，所以也希望小朋友们之后都能够继续努力。对，期待他们之后在国中端的表现。没错，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胜利哦，不是在比数，而是在你每一次跌倒之后，还有选择要继续站起来的这个勇气，这才是最珍贵的。对，没有错。再次的恭喜大雅国小在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收下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相当的不容易。崇兰国小以第2名作收，表现也非常的棒。希望这些小朋友们接下来在国中端都能够继续打出好的表现，也期待继续看到他们在各大的赛事上继续来崭露头角。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我们在北港高中体育馆来看到的是6年级男童组要率先登场的是季军赛，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市的大雅国小对上屏东县的嘉义国小。来看一下两队的球员名单，在大雅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8号的陈政府，以及1号的黄以乐、5号的王俊彦、2号的魏廷汉、12号的王子睿、3号的张佑义、15号的蔡定彦、10号的刘晓东以及9号的许成瑞。另外，在嘉义国小的球员名单方面，包括了队长背号6号的戴正宇、2号的杨宇成、3号的柯义成、4号的张浩泽、5号的蔡成汉、7号的廖高希恩、9号的吴胜维、12号的廖高玉祥以及20号的林子敬，还有19号的孟汉君、17号的叶维安以及16号的何燕宇。嘉义国小跟大雅国小在前面的4强赛，分别不敌武昌国小以及麦寮国小。不过接下来这场的季军战将要看到谁能够把第3名带回去。嘉义国小开赛率先拿下分数。柯义成的发球发生了失误。同样也是发球的失误。回攻击打得稍微深了一点，王俊彦。马上修正了，这一次的攻击就没有问题了。跳起来的时机点掌握的不是很理想。对，他攻击的步伐时间有点比较早进去，所以导致于他没办法好好完整起跳。还有，哇，4号位的直线攻击，这个他是没有错。
屏东县嘉义国小这一次是以第4种子的姿态来到中华杯，那大雅国小则是第2种子。声音要喊出来哦！大雅国小9号的许承瑞，身高来到了180公分。那这一颗打得非常的精彩哦！一开始是面对直线的部分，最后出手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斜线来进攻。变线的攻击也是让防守者更难来掌握。哦。有，哇，成功的拦网，王子睿跟魏廷汉的双人拦网得手。许承瑞的发球，还是找到了吊高玉祥。其实在这嘉义这边啊，他蛮相信廖高玉祥的攻击能力的，只要球有到位，他几乎都会给他，而他也不会每颗都大力打，他就是以快速出手为原则，刚打到一个很巧妙的位置上得分。出手的时候其实也会去看一下对手的站位啊。还有，再一个。连续蓝森颗，现在廖高玉祥171公分，他成为了嘉义国小最坚强的那一堵大墙。铜墙铁壁的 Monster Block， 很开心的呐喊。Ace 球。再把领先扩大，嘉义国小来到了10比7，3分的领先。快喊一个暂停来改变一下场上的气氛。相对的，大雅国小连续几次表现比较不那么理想哦，士气上也稍微低迷了一点。对，现在士气都在嘉义国小这一边。大雅国小这时候千万不能急躁，就是先把接发球做好，让2个攻击手可以好好的先得1分，把气氛拿回来。刚刚拿下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的队友们呢，现在也来到了2楼来替同学加油。相当精彩，王君燕的攻击，对，一个漂亮的直线进攻。就是大雅这边就是把球接到位，两个高跳的攻击者，他们的攻击能力都非常的好，只要把球好好的举给他们，他们都可以好好的得到相对应的分数。还是廖高玉祥，出手速度真的很快，真的非常的快，比较少在国小看到出手这么快的选手。还以颜色，送上这个2楼杀下来的重扣。对，他弹跳能力也非常的好。对。大雅的机会球，
线上。其实以王俊彦这种攻击方式哦，对面的嘉义国小会非常的头疼啊，因为有时候是大力的往下打，有时候是打一个长线的距离球，其实在防守上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困扰。站位的跑动哦，这个预判其实会很困难。对。比分回到了平手的局面，12比12。很聪明的一位选手张浩哲，因为这球举的其实比较靠网一点，他就顺势把球往外拨，造成一个 touch out 出去。这样的处理反而是让篮网者很难以反应啊。对。在后排也没有问题哦，王俊彦。将近180的身高，再加上他的爆发力、弹跳能力，都非常的好。这个球杀下来，这个力道跟速度真的很惊人。前排的就轮到了王子睿，这次打一个斜线。还有后排，哇！嘉义国小这边可能要来商量一下对策哦。连续的让大雅国小，不管是后排的王俊彦，或是前排两侧的王子睿跟许成瑞3位选手，其实他们在斜线、直线这样的一个强力扣杀之下。嘉义国小现在是有一点难把球挡下来。对，因为他们嘉义国小这边的身高还是相对比较矮小的。那3位攻击手，大雅国小3位攻击手，他的弹跳能力都非常的好。当他不把球往下打的时候，你其实连摸都不摸太到。看看透过这个暂停，能不能稍微扭转一下场上的局势。其实，在嘉义国小这边可以考虑一下后排的蔡承翰，看要不要来打一个后排，因为现在前排的2个攻击是相对比较矮小的。蔡承翰确实也是在爆发力、弹跳能力相当好的选手。哇！但现在更大的问题是接发。对。继续要由黄以乐来发球，比分这时候已经来到了18比13，5分的差距。还是没办法。哇，打不过去啊！确实，像教练刚提到的，现在以2队前排的身高差，可能嘉义这边如果能把球先守好，哇，这一次就比较可惜了。要是接发能先稳定住，反倒是透过后排的攻击，可能变换一下这个路线。对，可能换个方式，看能不能拿到一个有效的突破。
差距来到了7分。还是没有办法。后排，哦，这次反而是打深了。王君燕的攻击出界，嘉义国小要来把握一下发球。张浩泽。大雅国小同一时间哦，在5年级的女童组也挺进到冠军赛，所以部分的加油团也要赶去5年级组的场地来为球员们加油。还是接发球，在大雅国小持续发球的这样状况下，也是可以考虑把球接高就好。对，因为他们的举球员是相对也是算是比较矮小的选手，那你接那么贴网，他其实也是不好处理。没错。哦，这次的处理就相当的理想。让廖高玉祥在后排来处理哦，也成功的把分数拿下。看一下高小回到前排，能不能为嘉义国小来带来一些转机？但这时候大雅国小已经将分数拉到了23分了。23-15，许承瑞又来负责发球，还有。救的非常的精彩啊！都非常的精彩啊！最后由廖高玉祥来把握了这一分。确实让廖高玉祥来到前排之后，这种贴网的高球，他就有办法来处理啊。对。在振宇的发球。我这一次他上，何一成的攻击得分。24-17，大雅国小现在来到了局点。王子睿来发球 ，Ace 球直接拿下分数。大雅国小在第1局是25-17，先下一城。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看到第2局的赛事。
迎回来。114年第54届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6年级男童组在季军战的部分，比赛来到了第2局。王俊彦在4号位的强力攻击。篮网者只能够把球吞下去哦。对，因为他现在都选择比较矮小的那一边在做进攻。马上由廖高玉祥来还以颜色。廖高玉祥虽然身高171公分，可能跟许承瑞还有王俊彦相比，稍微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他的击球点其实还是非常的高。对，因为他比较进攻的速度比较缓慢，但是他就是看准了之后再做一个强力的进攻，因为他体型也算是比较壮硕的，所以当他有成功的起跳的时候，其实对面篮网是不好拦。而他在攻击的时候也是会看着对面拦网者的手，有办法去找到这个中间空隙的位置。对对对。发球的失误。这球已经举到了标志杆上面，造成那个出界。得分。国小在113学年的杯赛方面啊，理事长杯拿到了冠军，永信杯排在第2，那另外杯杠妈祖杯是获得第5，和家杯排在第6。所以这一次其实大雅国小来到中华杯是以第2种子的姿态哦。是，就是大雅国小在各大杯赛其实它都有一个蛮不错的成绩，所以在整体实力上应该是属于非常前端的一些强队。所以重点是他在各个杯赛的这个表现算是稳定的哦。对，非常的稳定输出这样。成功的拦网。刚这边是让大雅国小的拦网者球吞了下去。蔡晨还有在改变他的进攻模式，因为他知道对面拦网的高度够高，所以他就必须说我要提早出手，让对方来不及把手伸过来拦网。哇，大雅国小这里沟通上有点状况。接一颗 S 球，我们大雅的小朋友已经越退越后面了。没错。大雅的机会。斜线。
续是蔡定彦的发球。不管是4号位或是2号位哦，这种斜线攻击真的是让嘉义国小蛮难来把球救起来的。对，因为他现在把拦网重心放在前面的许承瑞身上，然后突然举了一个被2号位的进攻，导致拦网者来不及过去一个拦网的动作。过来，非常的聪明啊！大雅国小的领先来到3分差，10比7。但这时候出现了发球的失误。江雨辰来发球，球直接得分。嘉义国小也将比分追到10比10的平手。哇，往前的大攻！江玉成选手有在思考哦，他刚前一颗发的非常强劲的一个直球，突然这一颗他是放了一个放软的这个前排的小球。场边喊出了暂停。大雅国小手上已经先拿下第1局哦，这时候被对手反超了比分，看来在整个心情跟节奏上也都需要稍微缓下来一点。对，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这一方的节奏。这个击球的声音，对，真的没有办法，拦网者连摸都摸不到。斜线也是找到了完全防守站位空档的位置啊。大雅国小这几波不只是在攻击上有高度有力量，其实也都是有去思考的、哦。对，他都针对没有人的地方，或是针对比较矮小的地方在做进攻。
把比赛给扳平。第二局的分数难分难舍哦。再一次把进攻交给了王俊彦。其实，在嘉义国小这边，他已经想要往前进去做一个防守的动作，可是他偏偏这一刻又把球给打长了。这时候是大家国小发生了发球的失误。赵高玉成不只是在前排有贡献了，刚刚罚球也罚出了 ace。哇，而且还是连续两颗 ace， 他球速其实蛮快的。马包，有把握住。嘉义国小拉开3分的领先，这时候也迫使大雅国小再喊一次暂停。其实现在的比赛哦，场边应援的方式也真的是越来越多元。是，可以看到场边除了挂了很多的这个布条、球员的海报，那包括场边这个小朋友或是家长手上拿的这些应援制造声响的这些武器们，也都是不断的改进跟精进啊。对，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大。没错。那是因为我们在委员会这边在开会之前就先提醒各队教练说，不要使用电子设备的加油器材，不然今天应该是整场我们可能会连我们主播听不到球员他们讲话的内容。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因为刚好这一周是学校端的段考周，所以他们校方有希望说不要使用这类的器材，避免去影响到这个校内的考试的部分。是跳矮的那一边在做进攻。许承瑞再次让大家看到这个2楼扣下来的杀球。轮回蔡定彦的发球。这边已经落后4分了，可能还是要靠一个稳定的接发球，先要回1分，再继续的努力。张浩哲的发球，哇，连续的 ace 球。他的发球其实也破坏性也很高，因为他都发很长线，而且速度跟力道也都蛮充足的，对接发球方式来说是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可惜比
3球是出现了自己的挂网失误。不过嘉义国小仍然保持着4分的领先优势。许承瑞的发球，再来一个他上，很聪明啊！一上来看到拦网手就往界外先打出去。这也确实是嘉义国小的进攻球员需要去运用的方式啊。对，因为毕竟已经知道对方的身高就是这么高。是的。但是相对应的也要有对策。对，你要想办法去突破他，取得我们想要的分数。如果攻不破这个高墙，当然就是想办法要去找这个他需要的角度。对。不过这个接发没有处理好。连击，可惜。3分的差距。大家国小轮到魏廷汉来发球，哇，漂亮！嘉义国小前面的处理已经是相当的巧妙了。对。刚刚是王子睿及时的救球，踏拔了起来，追到2分差。还是找到廖高一下，回到了前排，武器马上就可以拿出来了。快攻的打球节奏真的会让防守者很难以捉摸。对，因为他这一颗他也不是用打，他是用压的，所以速度又更快。对，嘉义国小的局点。哇，这边是大雅国小自己的攻击出界，让嘉义国小25比21将局数扳平。现在在局数方面是1比1的平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看到决战第3局。
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在6年级男童组的季军战，现在也要来到了决胜的第3局。第一局是大雅国小25-17拿下，第二局两队的比分相当的焦灼的情况下，嘉义国小以25-21扳回了1城。现在剩下第3局的15分，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要看看谁的临场反应，谁的失误能控制的比较好。对，就看谁的稳定度比较高，就可以拿走这一场的胜利。感觉原本应该有可能会是out的，对，所以太轻忽了，自己也觉得有点诧异。刚刚这个许承瑞嘴巴也张太大了，不过这也是难免的事情啊。对，小球员们也要学着发生了状况之后，赶快把这个心情调试过来哦。现在反倒让嘉义国小是连得了2分。在大雅这边还是需要先一个好的接发球，先把分数要回来。然后结果又接喷，这3颗球其实都发得非常的强劲。张浩哲在关键的第3局哦，连续的3次发球得分。接喷，大雅国小这边可能要看是不是要准备喊个暂停。没错，确实喊一个暂停。毕竟一开局哦，就让嘉义国小连续4个 S 球。对，这对大雅国小来说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至少赶快先透过教练的叮咛啊，先把大家的专注度还有这个士气稍微找回来一些。是，那待会开赛就开始之后，可能要注意爬网子过来的球，因为他们现在站位都站得非常的后面。有可能在暂停一回来就选择发一个稍微短一些。对，没有错。从小组赛开始哦，就有非常多的家长、多的应援团都来到现场为小朋友加油。这些鼓励真的会是小朋友在球员生涯的过程中很重要的能量。没有错，而且球员会觉得他有被家长看到，他会比较有信心，更肯定自己。虽然有一些小球员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一点小害羞，觉得爸爸妈妈来看会有一点放不开。对。但是其实久了还是会习惯了。对，就会，其实这也是他们可爱的一面。对。虽然刚刚的那一记发球是发长了，而且是出了界外。但是这一次的攻击就打得相当的巧妙。对，他只是一个巧打的动作，把球打到直线的位置上，刚好碰到了球，让他 touch out 出去。哇！王俊彦再次展现他的高打点，高举高打完全没问题。不用大力打，只要出手够快，就是一个容易得分的好球。这个也会是大雅国小要注意的。当廖高玉祥来到前排的时候，对，你的拦网重心可能就要放在他身上。甚至有时候要对于这个拦网者后面的位置也要加强一点防守。没错。毕竟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很多次，廖高玉祥不只是会大力的往下压，有时候也会用轻挑的方式去改变球路。对。
戴尔这边又发球失误，在第3局的比赛一定要避免失误的发生啊。嘉义国小7比3的领先，卡王的发球，哇，4号位的攻击强而有力。对，9号的许成瑞，这个打点非常的高。发球要把握，还是找到廖高玉祥，守起来了。许成瑞，哇，拦网的得分。现在嘉义国小8比4的领先，要换边。其实趁着换边的时候调整一下心情。看一下刚刚的拦网。4分的差距。大雅国小的教练卢清泉，教练的心里现在有点像在坐云霄飞车，一定的刚刚经历了冠军，现在3-4名会打得这么的焦灼。尤其其实，在排球的赛场上，有许多的教练过去都是这个球员出身。是。那其实，在转换身份变成教练之后，这个心境上也都需要去调整一下哦。有时候真的是很想要自己亲自下去打，看着看着都手痒了。对。这时候大雅这里又出现了发球的失误。的发球，结果过场，再把分数还了回去。哇，发球直接得分。许成瑞在戴尔这边要把握一下，目前廖高玉祥以及蔡成汉，他们目前都在后排。这次换4号的张浩泽挺身而出哦。这球他很敢打哦，面对篮网他没有在畏惧，力量有整个放出去哦。对。11比7，场边喊出了暂停。大雅国小现在是要来积极追分的一方，相对的嘉义国小是要把节奏稳住。对。其实张浩哲他的发球的破坏性真的是非常的高，所以这一球回来暂停回来之后的发球能不能把握住，就会是大雅国小这一局的关键。哦，哎呀，铁网的球两边都要注意哦。刚好前排是比较以嘉义这边是他比较矮小的选手，如果是另外2个比较高的选手的话，这球搞不好就会被嘉义国小拿走。还有，哇，这时候是后排攻击自己发生的失误，许成瑞。感觉击球点没有掌握到，对，比较没有信心去处理这一颗球。
嘉义国小还差3分可以拿到季军。王君燕再次跳出来。魏廷汉的发球 ，ace。哇，这一球举的有点问题哦，沟通上。这球很可惜哦，因为这球其实接发球是有到位的，结果是举球员与攻击手两个之间没有配合的非常的融洽，这样默契上突然有一点没有搭上，对，好像突然宕机了。对。嘉义国小真的要把握一下哦，因为现在是廖高玉祥已经回到了前排。是。双方回到了1分的差距。哇！连续失误。这一次是举球员跟攻击手之间的默契的问题哦。其实这一球也是反映出了嘉义国小这边进攻点比较少的这个问题，因为他目前整个进攻火力都是在蔡成汉跟廖高玉祥身上。对，当球只要稍微接的比较不理想的状况的时候，举球员其实很难去配合球队去进行一个进球。现在大雅国小反超了比分啊，13-12。场边给了黄牌啊，可能是教练的反应比较激动一些。重发。刚刚记录台那边还在做记录，那选手可能误以为已经吹哨，就发出了这颗球。这种突发状况也是比赛中要去吸取的经验。对，没有错。看会不会影响到。发球没问题。还有机会球。在嘉义国小这边呢，换人来攻击。蔡成汉。刚刚应该是标3号的柯以诚啊，反倒换成是廖高玉祥来举球，好做给队友的机会，执行的也相当的好。机会球。回来了，廖高玉祥。嘉义国小的季军点。还有。哇！这一次是大雅国小的拦网奏效，14-14，第3局要进入到 deuce。现在沉住气哦，就看谁能够比较稳定了。还有4号位的攻击，在线上。
斜线打的速度非常的快。大雅国小15比14，赛末点。还有后排，还有回正，再一次后排。哇！大雅国小相当的不容易，最后靠着王俊彦后排攻击得分，16比14拿下了第3局的胜利。虽然说第2局是被嘉义国小扳平了战局，而且第3局其实大雅国小开局的状况也是蛮不理想的，但是反倒最后有办法稳定下来，那把比分超前之后，最终来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教练怎么看今天两队各自的表现呢？其实两队都发挥的非常的好，只是中间可能就是在接发球方面，他们就彼此都会有乱流的时候。对。那最后把握度上，因为大雅国小这边，毕竟他还有身材的优势在，所以在处理球上面，他们一定势必比较容易能够取得比较良好的位置及分数这样。那在嘉义国小这一边呢，比较可惜的是，最后这3颗球全部居得料高玉祥，但是呢，他因为接发球的位置是偏离他比较遥远的，所以他在进攻上是相对比较困难。无论如何，两队其实在这一次的中华杯都有相当杰出的表现。再次的恭喜大雅国小，最后是以局数2比1来收下了第3名，收下季军。嘉义国小以第4名坐收，也是非常的理想。那我们这时候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看到压轴的6年级男子学童组的冠军决赛。
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现在来到了6年级男童组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冠军战啊。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台北市五常国小面对到云林县麦寮国小的比赛。这一场冠军战啊，也是最后一场赛事了。来看一下两队所排出来的球员名单。在麦寮国小的部分，包括了队长背号1号的许敬杰，3号是林书宏，5号梁博宏，7号的刘朝瑞，8号的钟明祥，9号的王以杰，10号的王以安，12号的吴恩乐，13号林恩智，15号李佑林，17号林子耀以及11号的李秉杰。再来看一下五常国小的球员名单，队长背号9号的涂永璇，1号的陈柏元，2号的黄敬祥，3号的林元宏，4号的汪子杰，5号的翁瑞文以及6号的陈威凯，7号的李明燕，8号的徐晨燕，10号的王于燕，11号的欧凯俊以及12号的洪启祥。冠军战第一局正式开始。一个漂亮的3人拦网。麦寮国小跟五常国小其实都算是身材上比较高挑的选手，是没有错啊。这个发球非常的强劲。以两队的先发球员来看，在平均身高上，麦寮国小稍微矮一点点，平均身高是164.1公分。那在五常国小的部分，平均身高是166。当然，这个是平均的部分，但是阵中其实都有几位身材很高，在攻击打点上是能够高举高打的球员。没有错。刚刚麦寮国小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啊，连拿3分。继续是梁博宏的方球，马包，哇，连下4分。队长许敬杰。梁博宏的发球，听他的发球的声音就知道这个重量非常的重。对。李佑林，前面有看麦寮的比赛就会知道，李佑林是阵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没有错。平均每一场他都可以到10到15分的分数哦。所以在麦寮国小连得5分的情况下，五常国小这边也赶紧喊出了暂停啊，要把节奏上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接发球要赶快先处理好。没有错，尤其是刚刚的发球是非常的重，那到底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站位呢？会是五常国小需要去思考的这个问题。国小的机会，这个失误比较可惜了一点。暂停过后，现在五常国小要来把握一下罚球。五常的鸡巴包，哇，林元宏没有问题，175公分。来到前排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发球的失误。
林元宏，有救回来，哎，哇，可惜。像这种球应该是要看谁要接，赶快积极的出声，把球处理过去。武昌国小追到4比6，成功的拦网。球阵攻击，哇，发球上的失误。林元宏的发球，就也稍微低了一点点。其实看得出来，两边的球员都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在动作上都是显得比较僵硬了一些。毕竟来到了冠军赛啊。漂亮的攻击，7号的李明燕。球的磅数非常的重啊，这个扣下去的声音很惊人，很扎实的一声。漂亮的双人拦网。这个拦网高度也非常的高，要突破应该是非常不容易。没错。马寮国小领先来到了11比7。4号位打直线，但是出界。继续是钟明祥的发球，非常的有强度啊，力量、速度都有，再加上球路其实是相当的平，所以对接发来说很困难。对，没有错，因为球是朝着身体直线飞过来的，接发球方面要退也相对比较困难一些。武昌国小阵中有身高175公分的李元宏，加上6号的陈维凯169公分，和1号的陈柏元168公分，队长涂永璇也有167公分哦。其实，在攻击线上仍然是可以多点开花。没有错。当然，麦寮国小前面许多场的比赛都可以看到李幼玲跟这个左手的温乐表现都是很突出的。麦寮国小钟明祥的发球真的是非常的快啊！现在要看一下武昌国小到底要怎么样来突破他的发球。没有错。连续6分。
，ace 球连发。武常国小这边可能要针对站位上赶快做一下调整。还是非常的强劲，麦寮的机会球。还有要找到4号位的斜线，找到5号梁国宏。冠军赛的第1局，现在麦寮国小把领先已经拉开了。成功的拦网，麦寮国小处啊。其实武常国小这边，他们应该要试着找回一下自己的节奏，因为现在刚接发失误的部分真的是有点多。那现在就是把节奏放慢，把自己的节奏先找回来。哇，成功的拦网。再次看到武常国小的5号翁瑞文呢，虽然身高只有155公分，但是跳得非常的高。没有错哦。一个漂亮的斜线进攻。其实，在麦寮国小这边啊，他的吴恩乐这位选手，他的弹跳能力也是非常的好。对。那他如果今天能够试着把球打得长线一点，他的攻击路线也会变化会更多。时间差。第1局被拉开到10分的差距。球，麦寮国小的黄金左手，快攻。touch 到，把球出界。这几年其实，在台湾这个排球少年是有越来越多人在关注哦。是。那其实看来看去，觉得武常国小的这个翁瑞文也蛮像日向的。没有错。身材虽然娇小，但是弹跳力是真的很惊人。他的爆发力非常的好。日本真的有蛮多的这种运动类型的动画、漫画、动漫类型哦，其实都会带领很多的运动人潮。没有错，因为大家喜欢运动那个漫画之后，他就会试着想要去学习跟模仿，对，他就会间接的带动他运动的风气。哇，这一次是林元宏回来。强力的杀球是真的很有爆发性的，再一次，交给了队长，还有，纠正起来，落在了界内，一个巧妙的落点啊。11-22，
一球一球慢慢追。涂永璇，还有武长国小的鸡攻，被拦回来，修正起来，改变了一下节奏。再次给了林元宏，哇，很聪明，这样子有一点撞在一起哦。贴网的球，林元宏这时候赶快跳出来。那时候关键的分数还是要交给林元宏来取得啊。发球要交给陈柏元。哇，这个力量！手起，又打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压线的球，武昌国小现在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攻击方式，把气势慢慢的抓回来哦。发球其实也很难处理哦。没有错哦，连续连发5颗了。麦寮国小这边是不是要考虑暂停一下呢？陈柏元，解发到位，举给修正。一个漂亮的直线进攻，他就要得分。麦寮国小来到了23-15。林恩智的发球。还有宝宝，王胜的机会被钟明祥给逮到。哇，必须说武昌国小其实防守的韧性还是很强啊。没有错哦。麦寮国小的局点24-15。攻，触完。25-15，麦寮国小在第一局先下一城，在这一场的冠军赛先抢下了第一局。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第2局回来。要换边了。帅！
迎回来，114年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在6年级男童组的冠军赛，现在来到了第2局。漂亮的拦网。武昌国小在第1局是被对手比较早的把比分给拉开，所以第2局开局整个士气上会非常的重要。没有错，他如果这一场第2局的时候，如果没有把气势先拿回来的话，他会打得非常的辛苦。那相对的麦寮国小的部分，不能因为赢了第1局就倾泻了。李幼玲。麦寮的发球，梁博宏还是非常的有破坏性。梁博宏虽然身高上并不是正中最高的163公分，但是他无论是发球或是到前排的时候，这个重扣的力量其实是相当的扎实。没有错，因为他就是稳扎稳打型。连续的 S 球。他的发球真的不好接，不好接，因为球速非常的快，而且又很重。麦寮国小反超了比分3-2领先。真的，武昌这边接发球需要赶快调整。继续还是梁博宏的发球。可惜，麦寮国小跟武昌国小在去年中华杯的5年级组当时武昌国小是以第6名坐收，麦寮则是第3名，所以两队今年来到了冠军赛，当然在名次上都是有进步有提升的。没有错，尤其是麦寮国小是近几年来第一次打进了冠军赛，这是非常的难得。很不容易啊！那武昌国小，我刚才看了一下历年的资料，在近3年来也是第一次打进了冠亚军的这个区块。而且可以说，麦寮国小跟武昌国小这一次中华杯前面的赛程真的都是用一个比较压制性的表现来拿下这个晋级的门票。就对到他们2队的队友都非常的辛苦。对。这一球被收了下来，修正一下。麦寮的机会球，忽然掉一颗，还以颜色。李幼玲很聪明的这拨反方向的一个长距的球。麦寮现在也要把握李元宏在后排的时候没有错。因为相对起来，武昌国小的林元宏，他在前场攻击火力真的是相对很高。马宝，把握的非常好。稍微长了一点，还是李幼玲的发球，举起来，左手。武昌那边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已经连续2个失误。在落后的情况下，可能想要刻意的去出力但是反而是把球打长了。快攻。这一次就打得很漂亮，对，这个漂亮A4快攻。
起来。哇，李幼玲这个击球的力道没有错啊，不管在前排在后排都可以有一个良好的攻击火力输出哦。而且甚至连最后球的落点都压在很刁钻的位置啊。是。所以麦寮国小现在又把分数扩大，来到5分的差距，10比5领先，或是武常国小赶快喊出暂停。麦寮国小在113学年度是在北港妈祖杯拿到了第2名，永信杯排在第5，华南杯则是排在第4。那至于武常国小的部分的话，是在华中杯是拿到了第2哦。5分的差距，现在要来看看武常国小能不能够逐渐的逼近。来修正，哇，还是很扎实的一击啊！梁博宏的球是，即便防守球员有意识到这个球路，都很难把它接起来。没有错，而且要拦他的球，你的手臂的力气一定要足够，不然被他打到一定是喷掉的。这边的陈凯威刚刚直线攻击也是非常的漂亮。武常国小队长涂永璇的发球。是很厉害啊！当队友一个失误，下一颗只要再举给李幼玲，马上就可以来把分数拿回来。李幼玲绝对会是接下来要升国中的时候，众多国中会好好的来争抢的对象。对，没有错。发球，球的进攻，力量相当的强劲哦，12号的温乐。在最后选择了一个斜线来作为这个进攻的目标。轮到温乐来发球，非常的强劲。哦，小心啊！武常小朋友还很拼命啊。没错。找到了梁博宏啊！因为最后一刻才选择了直线的这个进攻的方向，这个打得也非常的扎实。15比9，继续由温乐来发球。这时候出现了失误。陈柏元，把握一下。哇，又是李幼玲。只要他一起跳，大概就是要得分了。因为武常这边第2局一开局到现在，
看起来就是打起来闷闷的。对，他们可能要适时的一个好球，把士气提升起来，才有机会逆转。有点绑手绑脚的。对，没有错。哦，突然改变节奏，压线，没有接歪。轮到洪瑞文来发球，打得非常强劲。补偿的机会球，球证，漂亮。7号的李明彦，没有错，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刁钻哦。打爆，哇，可惜。又是李幼玲。林恩智的发球，哦，不太好处理哦。突然的下坠，对，没有错。刚刚那个球其实不好接，以为判断到了，就没想到突然往下掉。两队之间现在是6分的差距，麦寮国小18比12的领先。武常国小这边教练应该给点指示，针对接发球的部分，赶快去做一下调整。因为从第一局到现在，我们武常国小的接发球真的输的部分太多了。麦寮国小其实在前面8强面对到莺歌国小的时候，同样也是有陷入到接发球比较不稳，导致球队里面有一点乱流，只能靠李幼玲一个人硬扛的情况。是。那不过过了8强之后，其实在4强跟今天来到了冠军赛，表现真的是整体来说都是相当的稳定。没有错，两队相较起来，麦寮国就相对稳定成熟很多。Monster block。这个球也举得稍微有点比较贴网了一些，那两个人都确实掌握到了这颗球。还有，回来，打包。哦，好球！哦，小心！补偿的机会球，球证。非常的强劲。即便是处于一个逆风的状态哦，但是这时候要在对手高大的这个拦网人墙上想办法来找touch shot的机会。没错，打得相当好。林元宏的发球，李幼玲，只要接到位，李幼玲就出现了。快攻，有快速的touch out出界，追到6分差。李明彦来发球。突然掉了一颗啊！当大家都把重心放在攻击手身上的时候，举圈就突然出来不了一颗球。精彩的拦网表现，麦寮国小持续把领先的优势控制住啊，22比14。发球轮到队长许靖杰。配合好，还有机会球，配合上稍微有一点默契没达到，对，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
8。这球 touch 出去。拦回来。好处啊！16比23。再次给了吴恩乐，这是没有问题。这个力量，麦寮的黄金左手。这一球扣下去哦，现在分数来到了24比16，来到了麦寮的冠军点。武昌国小再追1分。拉起来。这个拦网啊，可以让武昌国小的士气提振一下。没错，李幼霖终于被拦到了。马上要回来。麦寮国小25比18，再拿下第2局，相当的不容易哦。在冠军赛居然是以直落2来夺胜，25比15和25比18，非常恭喜麦寮国小在今天的冠军战有很出色、非常突出的表现。当然还是要鼓励一下武昌国小啊，能够来到冠军战，已经是写下一个队史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没有错。虽然今天是没有办法拿下最终的冠军，但是整体的表现，加上前面我们在淘汰赛所看到武昌国小所打出来的一个比赛内容哦，其实小朋友们都是非常有潜力，接下来在国中端也都还有持续有这个成长的空间哦。教练怎么看今天两队在场上的表现呢？今天两队表现都非常的突出，尤其是麦寮国小的部分，以李幼霖及吴恩乐这2位选手表现最为的让人印象深刻。那在武昌国小的部分呢，林元宏其实发挥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只是比较可惜的是武昌国小的接发球在1、2局的部分是比较不理想的，所以导致于没有把握住这几个进攻的机会这样子。这个还是我们前面有讲到的，其实来到这种关键的比赛的时候，接发球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在这个可能修正球跟队友之间的配合上，如果能够有一个更稳定的表现，那在关键时刻去减少失误，其实真的会对于最后的战局是有很大的影响。没有错。其实到今天，在整个中华杯的赛程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教练怎么看这些小朋友们？不管是我们有转播到的6年级组的赛事，或是5年级组他们的这个表现，对于目前台湾在整个排球的发展上，你怎么看这一批球员们的发挥呢？其实我有发现，我们国小端的选手都有一直在进步的一个趋势哦。因为以往的国小端其实要有这种强烈的攻击是比较难看到的。那我们今天这几场转播下来，其实发现每个选手在每个队伍里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那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搞不好在几年之后，可以在国际赛上有一个很好的名次的发挥。没错，其实基层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就是希望让我们在竞技的这一端，上面竞技的这一端，能够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才输出出来哦。所以这一次，无论在中华杯最后的名次如何，这些小朋友其实你们的努力，大家都有看见。那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努力，不管是接下来要升上6年级，或是要前进到国中的赛事哦，都希望你们的排球之路能够越打越顺利，继续来挑战自我的极限。那么今天在赛事转播的部分到这边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申玉教练今天陪我们看了6场很精彩的赛事，接下来还会有颁奖典礼的环节，也请大家继续来锁定。
好，请北港高中的女排有4个同学来协助举牌一下。北港高中的女子排球队要协助4个来协助举牌一下。大会报告，麻烦请我们前8名的球队，我们这边有6年级男童排到1到8名，这边有6年级从1到8名，5年级、10年级往前按照名次1到8名，每一个班每一个学校一路中队就一路中队，一路中队就好。好，那个从这边是1到8名，1到8名。好，从这边1到8名，1到8名往这边，每一个学校一路中队就好了。来，你举高了，看不到。那举牌同学举高一点。来就来这边。好，请各球队有前8名的赶快到按照我们指示牌来，按照名次排。那个请家长先到后面等待，等一下我们会开放拍照哈，请家长。每一个学校一路中队就好，一路中队。万丹国小有来了吗？赶快过来。武南万丹国小，赶快来集合了。好，请前8名的球队赶快下来集合，我们要颁奖了哈。好，请举牌的同学就原地坐下一下，好，开始转过来就好。举牌的跟他们坐在旁边，对，举牌的坐在旁边，好，开始立起来，对，对，坐着就好，好。那个请家长到后面去一下，等一下我们每一组都会开放拍照，不要到前
再去。好，请获奖的前8名的球队赶快下来集合。好，小6女童，桃园市中山国小，有来了吗？好，感谢我们的吴耀兴总干事帮我们组队。好，那目前几乎应该所有的球队都在现场，我们还没有吗？如果还没有到现场的，跟我讲一下队伍，我这边唱名一下啊，我这边唱名一下。那台南市东兴国小，台南市东兴国小有没有在现场？赶快下来集合。然后5年级女童的6家国小，6年级女童的万丹国小，5年级男童的万丹国小，万丹国小。好，等一下，为了让我们的颁奖典礼闭幕能够非常的顺畅请听我这边。等一下我们会进行2个阶段的颁奖。第一个阶段就是各组的优胜名次，优胜奖项，各组的前8名优胜奖项。唱名到的选手，唱名到的球队，每一支球队请派1个代表上台，所以请教练自己找一下，看要哪一位，1支球队1个代表就好了。然后呢，第2个阶段的颁奖是今年的优秀选手，各组有24名，24名。那我们会分成2个梯次，一个梯次总共有12位，一个梯次总共有12位。那一样我们会第1梯次颁奖完，拍完照，先到旁边休息。第2梯次拍完照，颁奖完，然后第1梯次的再一起进来，24位跟我们的颁奖嘉宾进行合影。进行合影。好，那因为我们的赛程已经全部都结束了那我们的秩序课上面表定的时间是下午4点钟，但是为了让球队可以赶快回到自己温暖的家所以我们预计3点40分表定3点40分开始我们的闭幕颁奖典礼。
我们等一下呢，领奖有上台领奖的球队代表或者是优秀选手，请从我的左手边，就是你面对舞台的右手边上舞台，然后从左手边下去，从左手边下去。114年全国第54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闭幕暨颁奖典礼，典礼现在正式开始。同样邀请全场的朋友们给我一个热情的掌声。好，通常呢到了最后一天应该都是非常疲倦但是还能够听到这么如雷贯耳的掌声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好，我相信各位在4天的一个赛程里面，总共174场，现场所有的各组的前8名球队都齐聚在我们现在北港高中的体育馆，是不是给这群选手再一次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好，那我想呢，每一年的中华杯都是我们发掘我们台湾未来选手的一个希望的一个杯赛。那所有的杯赛在整个结束之后，就到了中华杯的一个最后的决赛圈。我想呢，在每一年的中华杯，我们也看到台湾未来排球的一个希望。所以没有获得名次的，能够参与中华杯，其实都是属于国小排球生们的一个最高荣耀。那今天能够在现场，更是在所有近1000人的一个现场，来一起感受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荣耀感。好的，那今天的闭幕暨颁奖典礼的现场，莅临多非常多的长官贵宾。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云林县麦寮乡的乡长许忠富许乡长。第二位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云林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的许敬宏主任委员。非常感谢许主委所率领的全体干部，在4天在我们的北港地区服务大家。还要更感谢在我们舞台的左手边的吴耀清总干事，还有我们云林县排委会的执行长黄基金执行长应该有在现场也感谢。好了，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地主，我们北港高中的校长江耀琪校长，还有来自云林县桥头国小黄建中校长。同样来自云林县桥头国小的家长后援会会长徐耿华会长，台南市体育总会排球委员会严志任总干事，还有云林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的曾启佳副主任委员。
还有严明德副主任委员。好，感谢所有长官贵宾的莅临。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属于大家的荣耀时刻。我们等一下会先从5年级女童开始，一直搬到6年级男童。5年级女童前8名，第8名恭喜台中市立行国小。第7名桃园市大成国小。第6名新北市三峡国小。第5名新竹县6家国小。第4名屏东县红蓝国小。第3名台北市三民国小。5年级女童亚军台中市大雅国小。接下来要隆重介绍的是5年级女童组的冠军，恭喜苗栗县苑里国小。好，首先恭喜我们云林县桥头国小黄建中校长来为我们颁奖。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来，我们有开放这5年级女童组的学校家长来，我们到前面拍照，但是不要太激动，冲到台上，好不好？好，不要太激动，好，请遵守现场的秩序。来，我们看前方。好，我们颁奖的同时，车辆EBE3689的车主，请赶快移动你的车子。好，我们看前方，最后3秒钟，3、2、1，好，掌声再送给我们巴斯5年级女童组的球队，也感谢黄建中校长。接下来要颁发的是5年级男童组优胜队伍，第8名宜兰县礁溪国小。第7名新北市莒光国小。第6名屏东县嘉义国小。第5名屏东县雾台国小。第4名屏东县万丹国小。第3名台南市6甲国小。第2名台北市三民国小。5年级男童组冠军，恭喜在地的云林县桥头国小。为各位邀请颁奖人台南市体育总会排球委员会严志任总干事来为我们颁奖。好，我们拍照的家长还有教练可以先到前面来准备啊，可以先到前面来准备，谢谢。
看向前方的上期，最后3秒钟，3、2、1，好，一样，掌声送给所有5年级男童组获奖的球队，也感谢严志任总干事。好，接下来要为各位颁发的是6年级女童组前8名优胜队伍。6年级女童第8名，高雄市乐群国小；第7名，台南市安庆国小；第6名，苗栗县苑里国小；第5名，云林县北城国小；第4名，新北市莺歌国小；第3名，桃园市中山国小；第2名，屏东县崇兰国小。6年级女童组冠军，恭喜台中市大雅国小。这边我们为各位邀请颁奖人北港高中江耀琪校长来为我们颁奖。好了，我们这边的老师、家长、教练麻烦往后退，我们不要超过蓝色的地垫哈，不要超过蓝，因为如果我再不制止，等一下就有人爬上来。好，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相机，最后3秒钟，3、2。好，同样掌声送给所有6年级女童组的优胜队伍，谢谢，也感谢我们的江耀琪校长。接下来要来颁发的是6年级男童组前8名优胜队伍，第8名云林县北城国小，第7名新北市莺歌国小，第6名高雄市港和国小。第5名，台南市东兴国小；第4名，屏东县嘉义国小；第3名，台中市大雅国小。6年级男童亚军，台北市五常国小。6年级男童组冠军，恭喜在地云林县麦寮国小。为各位邀请颁奖人云林县麦寮乡乡长许忠富乡长来为我们颁奖。好，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相机，最后3秒钟，3、2、1，好，掌声送给所有6年级男童组的优胜球队，也感谢许忠富乡长，谢谢。好的，我们第1阶段的颁奖在此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大家所期待的。大家也很想要争取到的一个个人荣誉，也就是每一年的优秀球员。我们从第1场的预赛到最后1场的总冠军赛，我们所有的委员们都在场上看场边，看着所有选手们的表现。这边主持人要鼓励各位，如果你没有得奖，不要气馁，因为你只要参加中华杯就是非常非常高的荣耀了。OK， 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5年级女童组
优秀球员24名。5年级女童组优秀球员，苗栗县苑里国小吴子瑜，苗栗县苑里国小王以杰，苗栗县苑里国小林伟杰，苗栗县苑里国小王彩柔，台中市大雅国小陈以金，台中市大雅国小侯丽萍，台中市大雅国小康以恩，台北市三民国小王伟成，台北市三民国小林义璇，台北市三民国小陈之瑜，屏东县崇南国小东瑜，屏东县崇南国小黄瑜欣。好的，以上是第一批次的前12名所有的优秀选手。为各位邀请我们云林县桥头国小家长后援会会长徐耿华徐会长来为各位颁奖。好，看向前方，3、2、1，好，谢谢。好，我们也请许会长先留步，许会长请先留步，还有第2批次继续来揭晓。另外第12位，其他的12位的优秀球员，屏东县崇南国小黄夏飞，新竹县6家国小曾亮瑜，新竹县6家国小尤宣佩。台中市立行国小巫瑞平，台中市立行国小赖品言，新北市三峡国小白洁瑜，新北市三峡国小李瑜轩，桃园市大成国小陈瑜晴，桃园市大成国小邱瑜涵，台中市神冈国小季心怡，台南市安庆国小金杰仪，新北市莺歌国小李金亮。我们同样恭请云林县桥头国小家长后援会会长徐耿华许会长来为我们颁奖。好，我们看向前方，3、
2、1，好，谢谢。来，台上的请留步，我们刚刚第一批次的一起进行合影，所有24位。好，迈向前方，3、2、1，好，掌声送给5年级女童24位优秀选手，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也感谢我们的许会长。好的，接下来要揭晓的是5年级男童24位优秀选手。台北市三民国小杨成杰，台北市三民国小李恩智，台北市三民国小年敬伦，台北市三民国小邱炳祥，云林县桥头国小陈瑞宇，云林县桥头国小林成伟，云林县桥头国小许成燕，云林县桥头国小钟成晃，屏东县万丹国小李佩佑。抱歉，云林县、屏东县万丹国小李世佑，屏东县万丹国小刘佑安，屏东县万丹国小黄胜军，台南市六甲国小黄家勋。为各位邀请颁奖人云林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曾启佳副主任委员来为我们颁奖。好，我们在等一下颁奖典礼全部结束之后，这边要为各位揭晓明年度的中华杯的举办地点。明年度的中华杯的举办地点。迈向前方，3、2、1，好，恭喜以上12位选手，也感谢我们的正副主委，正副主委请先回座休息。好了，继续来揭晓另外12位的优秀球员。台南市六甲国小林云成，台南市六甲国小罗崇志，新北市举光国小李凯恩，新北市举光国小王信哲，屏东县嘉义国小徐义纯，屏东县嘉义国小吴其腾，宜兰县礁溪国小简凯成，宜兰县礁溪国小陈念平，屏东县雾台国小罗恩，屏东县雾台国小张以希，台中市大雅国小张英瑞，屏东县再江国小杨大庆。为各位邀请颁奖人云林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原名的副主任委员来为我们颁奖。
方，最后3秒，3、2、1，好，谢谢。那这边呢也邀请我们的曾启佳副主委跟我们联谊的严副主委一起合影。好，我们看向前方，最后3秒钟，3、2、1，好，掌声送给5年级男童24位优秀球员。也感谢2位副主任委员，谢谢。好的，紧接着继续来为各位揭晓6年级女童组24位优秀球员。台中市大雅国小江涵如，台中市大雅国小王子晴，台中市大雅国小杨永竹，台中市大雅国小徐雅珍，屏东县崇兰国小李君杰，屏东县崇兰国小高佩慈，屏东县崇兰国小吴佩妍，新北市莺歌国小陈佑珍，新北市莺歌国小陈义堂，新北市莺歌国小苏嘉怡，桃园市中山国小刘子平，桃园市中山国小黄玉琪。这个阶段为各位邀请到的颁奖人是他今天用行动来支持我们中华杯排球赛，来自我们云林县的县议员吴慧兰议员，掌声有请，也恭喜我们的吴议员来为我们颁奖。好，看向前方，最后3秒钟，3、2、1，好，谢谢，也感谢我们的吴慧兰议员，谢谢。继续为揭晓第2梯次的6年级女童优秀球员，桃园市中山国小苏于乔，苗栗县苑里国小郑其燕，苗栗县苑里国小柯晴妍，云林县北城国小林维明，云林县北城国小陈敬璇，高雄市乐群国小傅云祥，台南市安庆国小苏婷瑜，台中市立行国小刘敏云，新北市文林国小徐可飞，桃园市八德国小林宇飞，台北市明湖国小萧元如，桃园市大成国小林彩璇。这个阶段，我们同样邀请云林县议员吴慧兰议员来为我们颁奖。
2、1，好，谢谢。然后我们艺人请留步，选手请留步，我们24位一起在台上进行合影。好，看向前方，3、2、1，好，谢谢我们的吴议员，也恭喜6年级女童组24位优秀球员。好，这边提醒一下，如果你有获颁优秀球员的，请检查一下您的证书，如果有错字，请马上到我后方台上的后方找我们竞赛组的老师，好，他会协助您做更改，谢谢。好的，接下来很快的就要来到最后一个组别，6年级男童组优秀球员。6年级男童组优秀球员，屏东县嘉义国小蔡成汉，屏东县嘉义国小柯义成，桃园市大成国小杨志奇，高雄市港和国小王场宏。高雄市港和国小谢国元，云林县北城国小王瑞斌，云林县北城国小吴成燕，云林县北城国小陈奎都，云林县麦寮国小吴恩乐，云林县麦寮国小李佑明，云林县麦寮国小钟明祥。云林县麦寮国小梁国宏，这个阶段为各位邀请颁奖人，云林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许敬宏主任委员来为我们颁奖。第一次的优秀球员，我们看向前方，3、2、1，好，谢谢，也感谢我们的许主委，继续来揭晓第2梯次的6年级男童优秀球员。新北市三峡国小杨廷伟，新北市莺歌国小郑伟燕，新北市莺歌国小陈炳燕，台中市大雅国小王俊彦，台中市大雅国小许成瑞，台中市大雅国小王子睿，台北市五常国小陈威凯，台北市五常国小胡永瑞，台北市五常国小陈博元，台南市东兴国小庄成燕，台南市东兴国小严少明，台南市东兴国小李嘉诚，为各位邀请颁奖人，云林县麦寮乡许忠富乡长来为我们颁奖。
前方的摄影机相机。3、2、1，好，我们也请第一梯次的12位球员一起加入。好，看向前方，最后3秒钟，3、2、1，好，恭喜6年级男童24位优秀选手，也感谢麦寮乡的许忠副乡长以及许敬宏主委，谢谢。好的，全体运动员请起立。很快的要来到中华杯的尾声，非常舍不得，但是还是必须跟大家说再见。好的，主持人在此宣布，我们115年全国第55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将在明年在苗栗县举办。里程运动员请退场。再次感谢所有长官贵宾的莅临，也感谢所有球队的参与。我们中华杯明年再见。